我重生成了哥斯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上交国家开启14亿人全民投喂，只因我知道1个月后蓝星将遭受外兽入侵，届时人类引以为傲的热武器都将失效，仅一夜之间全球人口就消亡过半。如今我不仅重生回了巨兽来袭前的1个月，还变成了一只身高达到100米的幼年哥斯拉。此时的我身处太平洋中部的万米深海区，短暂的懵逼过后，我认清了现实。上一世在与外兽的对抗中，身受重伤的我被瞬间踩成了肉泥，人类身躯在外兽面前犹如蝼蚁。如今重生成了哥斯拉，我是地球上唯一一个能跟外兽硬碰硬的存在。为了拯救人类，我必须赶在外兽入侵前尽快长大。熟知哥斯拉的都知道，成年哥斯拉每顿要吃几百只奥特曼，普通家庭根本养不起，唯一的活路就是背靠国家，换取举国之力的后勤保障与火力支援。但我很清楚，一头100米高的未知巨兽突然出现在海岸线上，迎来的绝对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铺天盖地的反舰导弹和核打击。我必须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可控，且具备人类无法抗拒的情报。我没有急着往海面上游，而是目光锁定了一条横跨大洋底部的粗壮管线，那是一条民用海底光缆。我小心翼翼地探出爪尖，轻轻搭在光缆外层的绝缘护套上。我没有切断它，而是利用哥斯拉特殊的生物电磁场，将自己的精神力试探性地接入了其中的信号频段。庞大冗杂的信息流瞬间冲击着我的大脑，我迅速过滤掉那些无用的娱乐新闻和商业数据，精准地捕捉到了关键信息，确认了当前的时间线与龙国的国防态势。一切都还来得及，现在是时候打招呼了。我将爪子抵在光缆旁边的海底岩层上，巨大的尾巴猛地扬起，然后以一种看似笨拙实则精准无比的节奏，重重地拍击在海床上。巨大的动能转化为低频地震波，顺着地壳和海水，以远超音速的速度向着数千公里外的龙国海岸线疯狂传递。这不是无意义的破坏，这是标准的摩斯密码。我连续敲击了3次，发送了同一段信息，无恶意，有蔑视情报上报。发完信号后，我没有在原地等待。我不知道军方能否立刻破译这段带有浓烈科幻色彩的地震波密码，但我必须行动了。我的双腿猛然发力，调转方向，全速朝着龙国东海的领海线狂奔。整整4个小时的高强度潜游，终于前方的海水颜色开始变浅，大陆架的轮廓在幽暗的海水中隐约浮现。我猛地一甩尾巴，庞大的身躯在海水中强行制动，巨大的惯性掀起一阵狂暴的暗流，将海底的泥沙搅得天翻地覆。我停下了，没有越界半分，我将自己100米高的庞大身躯精准地停在了龙国东海领海线外的公海区域。此时的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头顶数百米的海面之上已经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电磁信号，无数道雷达波死死地锁定了我所在的区域。我知道只要自己再往前踏出哪怕1米，迎来的绝对是饱和式的深水炸弹和反潜鱼雷。我将大半个身子探出海面，没有发出任何示威性的咆哮，也没有挥舞利爪，只是静静地立在海面上，宛如一座沉默的巨大岛屿。我仰起头，平静地注视着远处的海岸线，那里是龙国的沿岸雷达站。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背部的利刃状背鳍再次亮起刺目的幽蓝光芒。这一幕瞬间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总部大厅察觉，所有人的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高能反应，目标体内正在聚集极其庞大的未知能量，疑似准备发动攻击。雷达兵的声音因为极度的紧张而变调。我并没有攻击，只是从口中喷出一道原子吐息，宛如一把高功率的等离子焊枪，精准地扫过前方的海面，硬生生地在海面上烧出了一行巨大的明晃晃的龙国汉字。林野投诚，有灭世危机上报，绝不搞破坏。水蒸气在高温的激荡下久久不散，那行大字在阳光下清晰的让人觉得荒诞。几乎是同一时间，龙国国防总部的地下指挥大厅内，刺耳的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声瞬间撕裂了所有平静。巨大的全息投影作战屏幕前，上百名参谋和技术人员正疯狂敲击着键盘，无数数据瀑布般倾泻而下。整个大厅被刺眼的红色警报灯映照的犹如修罗场。东海防空识别区相控阵雷达全面开机，目标已锁定。深海声的阵列汇报，目标水下质量预估超过10万吨，正在释放持续的低频引力波干扰，常规潜艇无法靠近。海基东风系列反舰导弹进入最后30秒点火倒计时，请指示。紧张压抑的气氛充斥着所有人的胸口。战区总指挥林建军快步走入大厅，那张棱角分明、刻满风霜的脸上此刻凝重的仿佛能滴出水来。情况汇报。林建军大步走到主控台前，声音沉稳的像是一座山。那份从尸山血海里磨砺出的定力，瞬间压住了大厅里大半的慌乱。首长，5分钟前，东海公海区域突发异常高能反应，军事卫星捕捉到了。情报官咽了一口唾沫，手指在控制台上调出画面，声音里带着一种难以掩饰的荒谬与颤抖。捕捉到了一个100米高的未知生物，主屏幕闪烁了一下，高清卫星画面随之展开。那是一头完全超越了人类生物学常识的巨兽，如同一座暗黑色的孤岛般矗立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但在场所有参谋和将军的目光都没有停留在怪兽本身，所有人都死死盯着巨兽前方的海面。那片海域正在沸腾，高温蒸发出的浓烈白雾中，一行巨大的用纯正方块字写成的汉字正随着海浪的起伏缓缓扭动。林野投诚，有灭世危机上报，绝不搞破坏。林建军的眉头猛地一跳，凌厉的目光瞬间如刀般刮向情报官。全息投影恶作剧，还是敌国的某种新型光学欺骗武器？不是投影。技术主管猛地站起身，手里的战术平板差点被他捏碎。红外热成像显示，那些字是实打实的高温烧出来的。海面局部温度在那一瞬间突破了3000度。首长，这头怪兽刚才从嘴里吐出了一道高能等离子束，像激光雕刻机一样，在海面上硬生生刻出了这些字。技术主管抹了一把额头的冷汗，声音发紧，这需要绝对变态级别的能量控制力。如果他刚才把这道光束的广度放大，哪怕只是扫向我们的海岸线，东海市现在的沿海防御阵地已经全部蒸发了。指挥大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一
头10万吨级的史前巨兽在东海门口写汉字。同一时间，东海领海线上空，2架隐形战机如利剑般撕裂云层，在万米高空进入盘旋警戒状态。猎鹰1号呼叫指挥中心，已抵达目标海域上空，目视确认目标。飞行员张瑞紧握操纵杆，他的心跳正以每分钟140的频率疯狂跳动。从高空俯瞰，那头巨兽带来的视觉压迫感足以让人窒息。漆黑的鳞片上闪烁的冷光，即使隔着上万米的距离，依然让人感到脊背发凉。火控雷达锁定完毕，随时可以开火。张瑞的手指悬停在导弹发射按钮上，只要一声令下，机翼下的重型空对海导弹就会瞬间呼啸而出，给这头怪物尝尝现代工业的钢铁怒火。但他迟迟没有等来开火的命令。就在这时，海面上的巨兽动了，张瑞瞳孔猛缩，猛拉操纵杆，准备规避对方可能的防空反击。但出乎所有人的预料，那头巨兽并没有昂起头颅咆哮，也没有张开深渊巨口，它只是缓缓抬起了那2条粗壮有力的前肢，将布满黑色锋利钩爪的双手交叉，以一个极度平稳、缓慢，甚至透着一丝拘谨的动作抱在了自己的后脑勺上。紧接着，他庞大的身躯缓缓下沉，直到冰冷的海水淹没了他的腰部。他就这么盘着那条粗壮的尾巴，彻底坐在了浅海的大陆架边缘。这是一个标准的属于人类战俘的抱头蹲防姿势。张瑞在驾驶舱里看傻了眼，舌头都有些打结。猎鹰1号呼叫目标，双手抱头了，目标正在进行完全无害化动作，未探测到任何攻击意图。地下堡垒内，看着卫星传回的抱头蹲防画面，林建军捏紧了拳头，指关节因为用力过度而微微泛白。他征战半生，什么样的阵仗没见过？但眼前的景象彻底击碎了他的战略认知。去请陈老过来。林建军深吸一口气，下达了指令。3分钟后，战区生物工程与核能物理双料泰斗70多岁的陈敬山院士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白大褂，被2名全副武装的警卫员近乎是驾着冲进了大厅。老林，你火急火燎的把我从实验室拖出来，最好是有天大的。陈敬山的话还没说完，眼珠子就死死粘在了主屏幕上，那双原本因熬夜而浑浊的眼睛里，瞬间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狂热光芒，仿佛看到了世间最完美的艺术品。陈老，您看他的能量反应。林建军主动让开主控台的位置，陈敬山根本没空搭理他，直接扑到控制台前，手指飞快的在键盘上敲击，迅速调出了林野刚才释放微缩原子吐息时的能量波形图和热力学分布数据。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数据，陈敬山的呼吸越来越急促，胸膛剧烈起伏，最后甚至整个人都趴在了屏幕上，手指按着那条平滑的波形曲线颤抖。完美，太完美了！陈敬山喃喃自语，声音大的整个指挥大厅都能听见。他体内的核聚变反应没有任何放射性核废料外泄，盖格计数器在他周围显示的辐射值甚至比我们东海市中心的本底辐射还要低，这简直就是一座绝对完美的活着的冷聚变反应堆。陈敬山猛地转过头，指着屏幕上一段数据看向林建军，像个狂热的信徒。老林，你看这个能量输出的波谷点，他在吐出那道3000度高温的光束时，周围海水的升温幅度只有不到2度，这意味着他把所有的能量都绝对压缩在了光束内部，没有一丝一毫的外溢损耗。大厅里安静的真洛可闻，这不是野兽本能。陈敬山的脸色突然变得无比严肃，一字一顿的说道，这是一种比我们人类还要高阶的物理学控制手段。毫不客气的说，这头怪兽体内的那个意识对核能的理解超越了我们现有的整个龙国科学院体系。海面上，我保持着抱头的姿势，平静的看着天空中盘旋的隐形战机。我很清楚，光凭一句汉字和一个抱头动作，根本不足以让龙国高层彻底放下戒心。国家机器的运转容不得任何盲目的赌博。面对一头足以摧毁城市的未知巨兽，军方的第一反应永远是防备。30天的倒计时太紧迫了，我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拿到龙国的编制，必须抛出让龙国无法拒绝，甚至无法承受其失去的重磅筹码。我放下交叉在脑后的双手，深吸了一口气，大量的空气涌入巨大的肺部，胸腔高高隆起，天空中盘旋的战机瞬间散开，火控雷达的锁定警告声在我的脑海中疯狂回响，但我毫不在意。背鳍再次自下而上，依次亮起幽蓝色的光芒，海水受热发出的滋滋声再次响起，又来了，他在充能。指挥大厅里，技术人员厉声示警，林建军死死盯着屏幕，额头青筋暴起，咬牙吼道，保持克制，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火。海面上，我再次张开口，这一次的等离子光束比刚才更细，控制的更加精细入微。高温光柱在海面上快速游走，海水剧烈沸腾。几秒钟后，白色的水蒸气散去，海面上浮现出了密密麻麻的几段新文字。第一，今晚凌晨2点04分，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坐标北纬11度21分，东经142度12分，将发生空间撕裂。第一头前哨级外星硅基巨兽将登陆蓝星。第二，它的弱点在腹部第3块甲壳的缝隙处，常规火炮无效，需使用穿甲弹配合高频声波震荡进行定点爆破。第三，我的弱点在颈部两侧的隐蔽塞裂，该处没有任何鳞甲覆盖，内部直通神经中枢，一枚常规重型穿甲鱼雷命中此处，即可彻底摧毁我的大脑。写完这3段话，我主动转过身，庞大的身躯背对着龙国的海岸线，我仰起头，将自己粗壮的颈部彻底暴露在空气中，随后控制着肌肉，主动翻开了颈部两侧那几片巨大的防御鳞甲，露出了里面呈现出暗红色、没有任何装甲保护的软体塞裂。海风直接吹拂着我最脆弱的神经末梢，带来一阵刺痛。我没有动，就这么把自己最致命的命门毫无保留地暴露了出来。这是绝对的阳谋，也是毫无保留的生死托付。整个东部战区
区指挥大厅，死寂的仿佛置身于绝对0度的真空中。所有人都被这几段文字震得头皮发麻，呼吸停滞，预言12小时后的外星入侵，给出敌人的精确坐标和致命弱点，甚至直接把自己的绝对死穴公之于众。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情报官双腿发软，彻底跌坐在椅子上，满脸不可思议。陈敬山死死盯着屏幕上那串马里亚纳海沟的坐标，转头看向林建军，声音罕见地带上了一丝沙哑：“老林，那个位置是英国太平洋舰队常态巡航的盲区，深度超过1万米，我们的探测器也覆盖不到那里。如果真的有东西从那里出来，全人类毫无防备。”林建军闭上了眼睛，脑海中无数个战略推演在疯狂碰撞。这是一场豪赌，赌注是整个龙国的东海防线，甚至可能牵扯到全人类的命运。5秒钟后，他猛地睁开眼，那双鹰隼般的眼眸中爆发出决然而铁血的光芒。传我的命令，东海舰队第1驱逐舰支队即刻出港，向目标海域全速推进，战区所有导弹系统保持锁定状态，但立刻解除发射倒计时，给我接通最高统帅部红色专线。林建军顿了顿，目光死死盯在屏幕上那个背对着他们，将弱点彻底暴露给人类的庞大背影上。那是一头怪兽，却做出了最符合龙国军人作风的铁血举动，准备大功率深海通讯设备和直升机，我要亲自去公海上跟这位林野同志面对面谈一谈。倒计时24小时，东部战区地下指挥中心的空气仿佛凝固成了实质的铅块，大屏幕上的数字无情地跳动着。自从那头自称灵野的百米巨兽在海面上刻下预言，整个龙国的情报网络、地质监测网乃至海外潜伏系统，全部进入了超负荷的运转状态。大厅内没有人合眼，刺鼻的黑咖啡味和浓重的汗酸味混杂在一起。砰！沉重的合金大门被猛地推开，情报处主管手里死死攥着2份文件，脚下生风般冲向主控台，他的声音因为极度的情绪激荡而劈了叉，带着一股难以置信的战力。总指挥，验证结果出来了。情报主管将第1份文件重重拍在林建军面前的桌面上。国家地震台网3分钟前发来加急确认，西北边境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刚刚发生了一场地壳震动，震源深度、经纬度坐标与目标提供的预警分毫不差，震级测定精准命中3.2级。大厅内瞬间响起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预测地震本就是世界级难题，精确到小数点和具体经纬度的预测，根本违背了现有的地质学常识。林建军那张犹如花岗岩般冷硬的脸上，肌肉微不可察地抽动了一下，他没有出声，深邃的目光锁定了第2份文件。情报主管咽了一口唾沫，声音压得更低，却如惊雷般在众人耳边炸响。这是第2份，我们在海外的最高级别特工动用了所有底牌，强行切入了漂亮国军方的底层数据库，经过交叉比对，那头巨兽提供的关于内华达州秘密核试验的参数全对，从爆炸当量的峰值、放射性同位素的残留比例到引爆深度的地质误差修正值，没有任何偏差。首长，这等同于对方直接把大洋彼岸最高机密的底库扒了下来，明晃晃的摆在了我们面前。死寂，若真可闻的死寂。如果说预测一次偏远地区的微小地震还能勉强用千万分之一的巧合来解释，那么精准爆出敌对国家最核心的核武实验参数，就彻底击碎了所有的侥幸心理。那头盘踞在东海专属安全区的百米巨兽没有撒谎，30天后真的会有所谓的外星兽潮撕裂天空，降临蓝星，那将是一场足以将人类千万年文明彻底抹除的灭世浩劫。林建军深吸了一口气，宽阔的胸膛猛地起伏了一下，他缓缓合上文件，目光如同出鞘的军刺般扫过全场。通知备机。林建军的声音沉稳如山，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我要亲自带队去见他。首长，这违背了安全条例。旁边的高级参谋立刻上前一步，急声阻拦，对方是10万吨级的未知生物，破坏力无法估量，您是作为战区总指挥，绝不能以身犯险。没有万一。林建军冷冷地打断了他，如果他想动手，东海市昨天就已经是一片废墟了。既然对方展现了诚意，龙国军人就没有躲在地下室里谈判的道理。1小时后，东海海域，一架重型武装直升机撕裂厚重的云层，如同盘旋的钢铁猎鹰般抵达了预定海域。机舱门半开着，林建军坐在机舱边缘，身边带了由军方高层、顶尖心理学家组成的核心谈判团队，以及死活都要跟过来，怀里紧紧抱着几台厚重检测仪器的陈敬山院士。首长，抵达目标上空，高度100米，飞行员在通讯频道中会报道。林建军探出身子，抓起战术望远镜向下望去，即使已经在高分辨率的卫星画面上看过无数次，但当真真切切的用肉眼俯瞰那头巨兽时，那种源自基因深处的巨物恐惧症依然让他呼吸紧促。直升机在我的正前方悬停，林建军按下通讯头盔上的按钮，接通了直升机下方的高功率定向扩音器。林野先生，我们已经验证了你给出的信息，现在我们需要你拿出外兽入侵的完整情报，同时说明你的诉求。机舱里的人不自觉地握紧了手里的武器或仪器，死死盯住海面，屏住呼吸，等待着这头巨兽的反应。他们设想过无数种可能，对方或许会狮子大开口索要大片领土，或许会要求人类臣服，又或者提出某种反人类的苛刻条件。海面下，我听着他们说的话，老实说，我现在饿得发慌。从万米深海一路狂飙到东海，又在海面上硬生生烧出那些汉子，体内的能量储备已经跌破了红线。我感觉自己的胃袋像是一个正在燃烧的黑洞，急需高密度的能量来填补。我没有动用身体去拍打水面发摩斯密码，而是闭上眼睛，调动前世的物理学记忆，精准地控制着颈部那一排复杂的隐蔽鳃裂，利用声带肌肉群的高频振动，硬生生将哥斯拉原本狂暴的咆哮声压缩转化成了一种能够穿透水面和空气的低频声波。紧接着，一个低沉厚重、带着浓烈金属共鸣感却字正腔圆的人
人类男声直接在直升机机舱内所有人的耳膜上震荡开来。诉求很简单，先管饭。机舱内，陈敬山院士推眼镜的手僵在半空，嘴巴微张，像个生锈的木偶。连一向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林建军，眼角都控制不住的抽搐了2下。我接着又说道：“我从太平洋中心一路游过来，体内的能量快耗空了，浓缩油就行，我不挑食，实在没有。核电站淘汰下来的低放射性核废料也能凑合。”我在海里换了个稍微舒服点的姿势，暗金色的眼瞳盯着天上那个铁疙瘩。情报全给，饭管够，我帮你们一起扛这场灭世危机。全场死寂了2秒，这是一种荒诞到了极点的反差感。一头足以单挑整个航母编队，被视为灭世级威胁的史前巨兽，开口第一句话不是要毁灭世界，而是像个饿了3天的长途货车司机一样，蹲在国门前讨饭吃，还理直气壮地表示只要管饭就能干活。紧绷到快要断裂的气氛，在这2句话的冲击下，瞬间如冰雪般消融，松弛了下来。陈敬山最先反应过来，这位70多岁的国宝级院士激动得满脸红光，一把抢过林建军手里的备用麦克风，半个身子探出机舱，大声喊道：“管龙国别的没有，核废料和浓缩铀绝对管够。”小伙子，不是林野同志，你的消化系统能直接承受重金属辐射吗？需要我们做成液态流石还是固态封装块？面对陈敬山的专业狂热，我的回答干脆利落，毫不拖泥带水，固态封装，直接扔海里就行，我连壳带芯一起嚼。林建军深吸了一口气，强行压下心头那股诡异的荒谬感，拿回了指挥权。他居高临下的看着海面上的巨兽，语气重新变得肃穆而冷硬。林野范龙国可以管，但在这之前，我需要确认你的力量是否绝对可控。军方不可能将国家级战略资源倾斜给一个随时可能暴走的超级炸弹。我明白了对方的意思，口说无凭，需要焰火。看好10点钟方向。我那低沉的声波再次传来，在距离他们大约10公里外的海面上，孤零零地漂浮着一艘早已报废、作为舰队实弹射击靶船的老旧舰艇。我缓缓从海水中站直了身躯，静静地盯着远处的靶船。嗡，一阵令人心悸的低频嗡鸣声从我的体内传出，那是生物核反应堆瞬间提升功率的征兆。背部那一排错落的舰龙状背鳍，自尾部开始猛地亮起刺目的幽蓝色光芒，光芒如流水般迅速上涌，最终汇聚于我的喉部。下一秒，我张开了深渊巨口，一道直径不到1米，呈现出极致纯粹的幽蓝色等离子光束，犹如一把能够切开空间的死神镰刀，悄无声息地划破长空，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爆炸声。10公里外，那艘数千吨级的钢铁靶船，在被光束触碰的瞬间，从船中部位开始，无声无息的气化溶解，厚重的装甲当像烈日下的黄油一般被熔成通红的铁水，随后又在恐怖的高温下直接升华成气体。整个过程持续了不到3秒，光束熄灭，海面上空空如也，那艘靶船连一块巴掌大的残骸，一滴泄漏的燃油都没有留下，仿佛它从来就不曾存在过。此时机舱内众人感到毛骨悚然，脊背发凉的是，靶船周围的海水竟然没有半分飞溅，海面平滑如镜，这不可能。陈敬山死死抓着机舱门框，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声音都在劈叉。能量宣泄怎么可能没有余波？他把数千度的高温和恐怖的冲击力全部锁死在了那道光束内部，这控制力精确到了毫米级。这种级别的力量控制，意味着这头巨兽完全可以在人口密集的市中心进行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而不伤及周围的移动民房。这不再是野兽的破坏，而是神明般的掌控。我重新浮回海水中，吐出一口灼热的白气，抬头看向直升机。现在可以谈谈情报了吗？林建军沉默了足足5秒，随后这位身经百战的铁血将军缓缓举起右手，对着下方那头庞然大物敬了一个标准且庄重的军礼。龙国，接受你的头场。谈判正式开始。接下来的1个小时里，这场跨越物种的生死会谈在波涛之上快速推进。我没有任何隐瞒，我通过低频声波将脑海中关于裂空外兽的所有资料，犹如倒豆子般倾囊相授。30天后降临的外兽不是普通的碳基生命，而是以星球核心为食的硅基掠夺者。我的声音沉重而冰冷，带着一丝对前世战友惨死的悲凉。他们没有痛觉神经，外壳的防御力足以免疫你们现役90%的常规火炮。他们的体液具有强腐蚀性，一旦在陆地战区破灭，会瞬间融化重型坦克的复合装甲。谈判专家们手指抽搐般的疯狂记录着，每一条信息都重若千钧。不要试图用核武器进行大规模地毯式轰炸。我继续说道，核爆产生的高温确实能杀死低级外兽，但残存的核辐射反而会成为高级领主级外兽的进化饮料。上一世，人类就是因为在防线崩溃初期滥用核武，催生出了大量变异的领主外兽，导致最后的防线全面崩盘。我将上一世人类防线崩溃的几个关键节点、外兽集群的攻击阵型，以及隐藏在坚硬甲壳下的几处致命生理弱点，毫无保留地共享了出来。他们的能量中枢在颈部下方第3块甲壳的缝隙，针对这个位置研发高频震荡武器或者穿甲岩石引信，是你们唯一的胜算。随着我的讲述，一个令人绝望的灭世图景在众人面前徐徐展开，但同时展开的还有一条清晰的充满血与火的破局之路。直升机上的燃油警报开始闪烁，会谈接近尾声。林建军站得笔直，目光坚毅地看着海面上的我，做出了最终的战略承诺。从今天起，双方正式达成合作。林建军的声音铿锵有力，掷地有声。龙国将动用国家级战略储备，为你提供绝对的安全保障与不设上限的能量补给。陈敬山院士的科研团队将全面进驻，为你提供顶级的进化支持。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无比郑重。作为交换，你需要配合国家完成海岸线的防御部署。龙国的14亿同胞，这道漫长的海岸线，从今天起就拜托你了。我在海水中微微点头，我的目光穿透云层，看向了东海市的方向。那里有高耸的电视塔，有密集的居民楼，有无数正在为生活奔波的普通人。那是我上一世没能守住的故乡。饭管够，天塌下来我顶着。我给出了作为巨兽，也作为一名前龙国军工人的承诺。当天下午，随着林建军的返回，沉睡的东方巨龙彻底苏醒，一份份
份盖着最高机密印章的文件流水般发往全国各地。沿海核电站的输出功率被强行调整，一辆辆满载着高纯度浓缩铀和特制封装块的重型装甲运输车，在重兵护卫下，浩浩荡荡地驶出了地下仓库，朝着东海安全区的方向疾驰而去。蓝星防御计划在这一刻正式拉开序。此时，龙国最高权力中枢地下300米战略防卫室内，这里的空气仿佛凝固成了实体，沉闷的让人喘不过气。巨大的椭圆形会议桌旁，坐着龙国海陆空3军的最高统帅，以及几位执掌国家经济、能源命脉的内阁要员。每个人面前的屏幕上都在循环播放着几个小时前东海海面上那头100米巨兽一口等离子吐息气化数千吨靶船的绝密画面。林建军站在会议桌的最前方，这就是全部的评估报告。林建军双手撑在桌面上，目光如刀般扫过全场。目标代号灵野，拥有完全的人类心智，超越当前人类几百年的核物理认知，以及足以单挑一支现代化航母编队的恐怖武力。林将军，这太荒谬了！坐在左侧的一位能源部高官紧锁眉头，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把国家级战略核储备，甚至是从大西北调拨的军用级浓缩铀，去投喂一头来历不明的史前怪兽。一旦它吸收了能量后失控反水，整个东部沿海将彻底沦为核废土。这个风险龙国承担不起，不投喂，我们就能承担得起吗？林建军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一把抓起桌上那份刚刚由情报部门拼死确认的红头文件，重重地拍在桌子上。西北塔克拉玛干沙漠3.2级地震，分毫不差。大洋彼岸内华达州地下核试验核心参数，精确到小数点后4位。这些情报是我们花了无数代价都拿不到的绝密，他像扔垃圾一样扔给了我们。林建军的声音逐渐拔高，带着沙场老将特有的铁血与决绝。他已经给出了死亡倒计时，27天后，马里亚纳海沟将迎来第一波外星硅基生命，对方的外壳能免疫90%的常规火炮。如果情报属实，这就是一场灭绝人类的单方面屠杀。我们现在不是在做风险投资，我们是在悬崖边上抓救命稻草。他愿意给龙国当国门护卫，条件仅仅是吃饱饭，这是龙国之幸。会议室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坐在首位的那位一直闭目养神的老人缓缓睁开了眼睛，他没有看桌上的文件，而是深邃地看着林建军。建军，你用你这身军装担保，他可控吗？老人的声音不大，却透着一股定海神针般的力量。林建军猛地立正，双脚并拢，发出啪的一声脆响，行了一个最标准的军礼。我以向上人头担保，他骨子里流的是龙国军人的血。老人微微点头，干枯却有力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了2下，这2下敲击彻底敲定了蓝星未来的命运走向。国家机器全面启动。老人的语气平缓，下达的指令却如同9天雷霆。从现在起，东海市方圆50公里海岸线划为0号禁区，24小时内完成居民疏散安置。第二，授权能源部、军工部立刻开启西北战略核武库，调拨第一批次300公斤浓缩铀芯块，以及江南核电站刚退役的高放核废料。第三，陈敬山院士挂帅，成立镇国图腾科研攻关小组，倾举国之力，保障巨兽的能量摄入与进化监控。谁敢在这个节骨眼上扯屁拖后腿，按叛国罪论处。夜幕降临，暴雨如注，江南核电站外警灯闪烁，整整一个机械化步兵团已经将这里围得水泄不通。3步一岗，5步一哨，所有的枪支全部子弹上膛。天空中几架武装直升机顶着狂风暴雨来回巡视，探照灯的光柱在雨幕中交织成一张严密的大网。核电站地下核心深处，几台重型工程机甲正在小心翼翼地起掉那些散发着高强度辐射的核废料管。陈敬山院士穿着厚重的防辐射服，亲自站在一线监督，他手里拿着一个特制的战术平板，屏幕上显示着一种造型古怪的巨型金属胶囊图纸。陈老，千钛合金的封装罐已经连夜在军工厂赶制出来了，外层厚度80公分，能抵御深海1000米的水压。一名高级工程师抹着额头的汗水汇报道。可是林野真的能连着这种装甲壳一起吃下去吗？这可是钛合金啊，就算是大型粉碎机也得崩碎几颗牙。陈敬山透过防辐射面罩，死死盯着那一罐罐致命的核废料，眼中闪烁着近乎疯狂的科研热情。你根本不了解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存在。陈老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发颤。下午谈判的时候，我在直升机上采集到了它周围的水质样本，你猜怎么着？它在喷出3000度高温等离子光束后，周围海水里的放射性同位素含量竟然是0。陈敬山一把抓住工程师的胳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的整个胃部，甚至每一个细胞都是一个微型的、绝对闭环的核聚变反应堆。它的消化液绝对不是什么碳酸草酸，而是能直接融化金属、提取原子能量的超高频强酸。给它包钛合金，对他来说就像我们吃糖果外面的那层糯米纸，入口即化。工程师听得倒吸一口凉气，头皮发麻，动作快，不要怕浪费材料，往死里加固，不能在半道上发生任何泄漏。我们要把这些粮食干干净净、完好无损地送到他的饭盆里。陈敬山挥舞着手臂大吼。3个小时后，一列长达60节、通体涂装成暗黑色的重型装甲军列，犹如一条钢铁巨蟒，缓缓驶出江南核电站的秘密站台。军列的前后各挂载着2台大马力内燃机车头，车顶上架设着防空导弹和近防炮。铁轨两侧，每隔100米就有一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在雨中笔挺地站立，向着这趟满载着国家希望与毁灭力量的列车行注目礼。而在遥远的大西北，几架体型庞大的大型运输机也在夜色的掩护下撕裂云层。机舱内由龙国最精锐的特种部队贴身押运的是整整300公斤的军用级浓缩铀。海陆空3线并进，无数的资源、无数的人力都在以一种违背经济学常理的疯狂姿态，朝着东海0号禁区汇聚。这种毫不掩饰的大规模军事调动和核材料转移，自然瞒不过悬挂在地球轨道上的那些外国间谍卫星。大洋彼岸，五角大楼地下战略指挥中心，刺耳的红色警报声打破了深夜的宁静。值班的情报官连滚带爬地冲进部长办公室，将一份带着绝密红戳的报告砸在国防部长威廉姆斯的办公桌上。部长阁下，龙国疯了！情报官的声音都在劈叉。普罗米修斯红外卫星刚刚捕捉到龙国内陆发生了极为罕见的战略级和材料大规模转移，他们调动
动了重型装甲列车和战略运输机，把大批量的浓缩油和核废料全部运往了东海沿岸。原本还在端着咖啡提神的威廉姆斯手腕一抖，滚烫的咖啡直接泼在了他昂贵的手工西装上。他猛地站起身，一把抓过那份卫星图像。照片上虽然被厚厚的雨云遮挡，但通过热成像和辐射探测，依然能清晰地看到几个刺眼的红色高能热源，正以极快的速度向龙国的东海港口集结。他们在干什么？准备引爆东海，拉着周边国家一起陪葬吗？威廉姆斯死死咬着牙，眼底闪过一丝惊恐与狠戾。还是说他们在东海海底秘密建造了某种超大型的水下核武平台？不仅如此，部长，情报官咽了一口唾沫补充道，龙国东海舰队的主力已经全线出港，在距离海岸线50海里的公海边缘拉起了一道长达数百公里的封锁线，所有靠近的民用船只全部被强制驱离，他们的雷达系统处于全功率火控锁定状态。威廉姆斯像一头暴躁的狮子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脑海中闪过无数种阴谋论。他根本想不到龙国搞出这么大阵仗，甚至不惜冒着擦枪走火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的风险，仅仅是为了去海里喂一头怪兽。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思维逻辑里，这种不计成本的核材料调动只意味着一件事：战争，不能让他们得逞。不管他们在东海海底藏了什么秘密武器，都必须被扼杀在摇篮里。威廉姆斯猛地停下脚步，一拳砸在办公桌上，立刻接通太平洋第7舰队司令部，命令在关岛附近游曳的3艘海狼级核动力攻击潜艇立刻下潜，关闭主动声呐，给我以最大隐蔽航速切入龙国的东海封锁区。告诉那些潜艇舰长，我要知道龙国人到底往海里扔了什么东西，如果有必要，授权他们使用特种鱼雷进行试探性攻击。合众国绝对不允许太平洋的战略平衡被打破。随着威廉姆斯的一声令下，大洋深处的黑暗中，几艘犹如深海幽灵般的核潜艇缓缓调转方向，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悄无声息地向着东海逼近。此时的东海0号禁区，深度300米的大陆架边缘，我正安静地蛰伏在一条幽深的海沟里，周围的海水冰冷刺骨，但这无法浇灭我体内那股越来越狂躁的饥饿感。100米高的庞大身躯，维持基本的新陈代谢就需要海量的能量，更别提我还要为即将到来的进化积蓄抵御。我闭着眼睛，那庞大的精神力顺着海水向外延伸，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头顶的海面上，那些属于龙国东海舰队的钢铁战舰正在冒着狂风暴雨来回穿梭。前世我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军工技术员，拿着微薄的薪水，在实验室里熬秃了头发，最后在末日来临时，连一杆像样的枪都领不到，只能绝望地看着外兽将防线撕碎。但现在我是一头能操纵核能的100米巨兽，更重要的是，我敏锐的听觉已经捕捉到了从远方海岸线上传来的那种只有重型军用列车在铁轨上碾压时才会发出的低频震动，那是几万吨钢铁夹带着海量核燃料正朝着我滚滚而来的声音。国家没有骗我，为了我的一句管饭，这台庞大到不可思议的国家机器真的把压箱底的战略物资全搬过来了。来吧，我在昏暗的海沟中缓缓站直了身躯，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这批能量下肚，我就能彻底跨过幼年期的门槛，迎来第一次真正的基因重塑。东海港口暴雨如注，整个东海港已经被彻底军管，方圆50公里内拉起了3道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戒线，没有任何民用船只敢靠近这片海域。天空中甚至盘旋着3架预警机，死死盯着雷达屏幕上的每一个可疑信号。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投喂行动，正在这片风雨交加的海岸线上轰轰烈烈的展开。铁轨的隆隆摩擦声撕裂了雨夜的轰鸣，一列长达60节的重型装甲军列，像一条黑色的钢铁巨蟒，缓缓驶入港口核心区。零件军披着黑色的防水雨衣，像一尊铁塔般矗立在风雨中，雨水顺着他坚毅的脸颊流下，他却没有伸手去擦，只是死死盯着那一节节正在被重型塔吊卸下的巨大铅灰色金属罐。报告总指挥，一名浑身湿透的少校军官踏着积水跑到零件军面前，大声吼道：第一批次补给已全部到位，共计12个特制高密度铅钛合金封装罐，里面装填了江南核电站刚退役的高放核废料，以及300公斤从大西北紧急调拨的军用级浓缩铀芯块。零件军微微点头，目光如炬。陈老那边准备好了吗？陈院士的监测船已经抵达预定海域边缘，深海声呐和高频热成像仪全功率开机。好，零件军猛地一挥手，声音在风雨中掷地有声，起调入海。随着震耳欲聋的机械轰鸣声，12个重达数十吨的铅钛合金罐被巨型塔吊缓缓吊起，越过防波堤，朝着翻滚着墨色海浪的深水区重重砸落。巨大的水花冲天而起，几十吨重的金属罐在重力的牵引下，迅速向着幽深黑暗的海底坠落。此时，在距离海面300米深的大陆架边缘，终于来了。我在海底缓缓站起身，庞大的身躯排开周围数万吨的海水，掀起一阵浑浊的狂暴暗流。我仰起头，粗壮有力的后肢在海底岩层上猛地一蹬，我犹如一枚黑色的重型鱼雷，迎着那些下沉的金属罐直冲而上。我伸出布满黑色倒刺的巨大前爪，精准地在海水中捞住了一个下坠的铅钛合金罐。这东西在人类看来是坚不可摧的绝密容器，但在他手里就跟一颗包着糖纸的硬糖没有任何区别。我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将那个几米长的金属罐塞进长满獠牙的深渊巨口中，上下颚猛地合拢，咔嚓，令人牙酸的金属碎裂声在深海中轰然炸开，足以抵御深海高压和常规火炮轰炸的钛合金外壳，在哥斯拉恐怖的咬合力面前，瞬间被咬成了一堆扭曲的废铁。浓烈的高强度辐射物质伴随着苦涩的海水，瞬间涌入我的口腔。这种足以在几秒钟内让一个成年人类细胞全线崩溃，化为一滩血水的恐怖核辐射，对我来说却是世界上最甘甜的琼浆玉液。我咕咚一声，将连带着金属碎块和核燃料的混合物吞入腹中。就在吞咽下去的第3秒，我体内那颗沉寂已久的生物核反应堆，仿佛被浇了一桶高标号航空煤油，瞬间被彻底点燃。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恐怖高温从我的胃部轰然爆发，沿着我粗壮的血管和神经网络，疯狂地冲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我发出一声低沉舒爽的闷吼，四周的海水在这股声波的震荡下剧烈的翻滚沸腾起来。我没有任何停歇，前爪连连挥动，
动，将其余11个金属罐全部捞入怀中，像吃炒豆子一样，一个接一个的扔进嘴里，咀嚼、吞咽、吸收。海面之上，距离投位点5公里外的军用监测船上，陈敬山院士正死死盯着眼前的多块数据屏幕，呼吸急促的像个破风箱，双手撑在控制台上，指关节因为过度用力而泛着死灰色。陈老，海底辐射指数正在呈指数级狂飙，一名技术员盯着盖级计数器，声音都在打颤，数值已经突破了临界点，它还在涨。老天爷，这片海域马上就要变成死海，别慌！盯着热成像和生物电信号反馈，陈敬山怒吼一声，眼睛死死咬住另一块屏幕上的红色曲线。就在技术员以为核泄漏已经无可挽回的下一秒，屏幕上那疯狂跳动的盖级计数器数值突然像被一把无形的巨锤猛地砸中，瞬间呈现出断崖式的暴跌，1万、5000、1000、100，最后数值硬生生停在了正常海洋本底辐射的水平线上。整个监测舱里死一般寂静，只能听到众人粗重的喘息声。他吸收了。陈敬山的声音沙哑的厉害，却透着一股难以掩饰的狂热，一滴都没有外泄。这头巨兽的胃壁，或者说它的整个内循环系统，就是一个绝对完美的微观粒子捕获网。他把所有的放射性同位素全部强行锁死在了自己的反应堆里。看热力图，另一个技术员猛地站起身，指着中央大屏幕，全息投影上，深海300米处出现了一个亮得刺眼的白色光团。那光团的温度正在以一种违背热力学常识的速度飙升，周围的海水被瞬间加热到沸腾，却又在巨大的水压下无法立刻变成蒸汽，形成了一个诡异的高温高压水球。它在进化。陈敬山摘下眼镜，揉了揉满是红血丝的眼睛，语气中带着一丝敬畏。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生物学范畴了。龙国真的养出了一尊神明。此时我正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巨变，12罐高浓缩核燃料提供的庞大能量，在我的体内掀起了一场细胞级别的狂风暴雨。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原有的骨骼正在被狂暴的能量一寸寸碾碎，然后以更高的密度重新融合生长。那些原本呈现暗黑色的坚硬鳞甲开始大面积的脱落，取而代之的是新长出的闪烁着金属般幽冷光泽的深墨色重甲。痛，撕裂灵魂的剧痛。但我咬紧了牙关，一声惨叫都没有发出。前世那段亲眼目睹同胞被外星兽潮撕碎的记忆，像一根烧红的铁烙，死死烫在我的神经上。比起文明覆灭的痛楚，这种肉体上的进化重塑根本算不上什么，给我全部吸收！我在心中怒吼。他主动切断了痛觉神经的反馈，将全部的精神力集中在控制体内那股狂暴的核能上。我引导着这些能量，冲刷着后背那一排参差不齐的背鳍。原本只有50-60米高的幼年体骨架，在充足能源的灌注下，开始疯狂拔高。肌肉纤维像被拉伸的钢缆一样变得更加粗壮坚韧，每一块肌肉的收缩都蕴含着足以摧毁摩天大楼的恐怖动能。60米、80米、100米、120米，整整2个小时，我在海底完成了一次堪称神迹的蜕变。当我重新睁开双眼时，那双树瞳已经从原本的暗金色转变成了一种带着极致压迫感的暗红色。我缓缓站直身体，背部那一排崭新的宛如见龙骨板般锋利的背鳍，在幽暗的海底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幽蓝色荧光。我感受着体内充盈到快要溢出来的核能，满意的甩了甩那条变得更加粗壮，末端甚至长出了锋利骨刺的尾巴。这一顿饱饭直接让我跨越了幼年期，提前迈入了成长期的初级阶段。现在的我，如果在面对那艘数千吨的靶船，根本不需要动用原子吐息，单凭肉身的蛮力就能将其撕成2半。就在东海海底进行着史诗级进化的同时，大洋彼岸的某处地下指挥中心，气氛却降至了冰点。五角大楼联合情报局监控大厅，刺耳的红色警报声毫无预兆的在大厅内疯狂回响。巨大的电子世界地图上，龙国东海海域的位置亮起了一个猩红刺眼的坐标点。长官，红外预警卫星普罗米修斯刚刚捕捉到了异常高能反应。一名金发情报分析员双手在键盘上飞速敲击，将一组热成像画面强行放大到主屏幕上。坐标龙国东海，深度300米，热源核心温度突破了常规监测上限。这绝对不是任何已知型号的核潜艇。一名庄严的白人老头大步冲到屏幕前，死死地皱紧眉头。他盯着那团在深海中不断膨胀的热源，额头渗出了冷汗。海底火山爆发，还是地震前兆？上将的声音阴沉的可怕。都不是。分析员咽了一口唾沫。热源呈现出极其规律的脉冲式跳动，就像是某种巨型生物的心跳。而且龙国东海舰队的主力在2个小时前已经全面封锁了那片海域，并实施了高级别的无线电静默。他们往海里投放了大量的高密度铅制容器。上将的瞳孔猛地一缩，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猜测在他的脑海中成型：龙国在那片海域进行某种非法的海底核试验，或者是在制造某种新型的水下深空武器。上将一拳重重砸在控制台上，怒吼道：“立刻接通第7舰队司令部，让距离那片海域最近的核动力潜艇抵近侦察。我要知道龙国人到底在东海下面搞什么鬼东西。”几分钟后，大洋深处，一艘犹如深海幽灵般的海狼级核动力攻击潜艇悄无声息地关闭了主动声呐，凭借着被动探测系统，像一条阴毒的毒蛇，缓缓朝着东海封锁区边缘逼近。他们想要窃取龙国的深海机密，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在这片刚刚经历过进化的海域，任何微小的机械噪音，在我那进化过后的变态听觉系统中，都如同黑夜中的探照灯一样耀眼。海底刚刚完成进化的我，正准备向海面上的零件军发送进视完毕的信号，突然我察觉到了，在距离我大约20海里的位置，一阵极度微弱却又有着明显人造工业特征的螺旋桨空话噪音，正顺着海水悄悄蔓延过来。我前世是核工业技术员，我对个型号核潜艇的声纹特征简直了如指掌。这根本不是龙国舰队的声音，而是典型的大洋彼岸的海狼级。趁我吃饭的时候跑来
来偷窥。我在心中冷笑了一声。现在的我刚刚完成了第1阶段的进化，体内能量满溢，正愁没有地方发泄一下这股狂暴的破坏欲。我没有上浮，而是猛地一甩尾巴，庞大的身躯在海底撕裂出一道狂暴的白色水流，犹如一道黑色的闪电，贴着海底的大陆架，朝着那艘悄悄逼近的核潜艇全速冲去。海面之上，林建军的指挥舰内，首长，声纳室报告，东南方向20海里处发现不明潜艇信号，声纹比对确认是外军的海狼级。参谋脸色铁青的汇报道，对方正在试图切入我们的声纳盲区，收集数据。林建军眼神一寒，一股肃杀之气猛然爆发，他一把抓起通讯器，马上命令反潜直升机升空，给我把他逼出水面，在龙国的领海边缘搞间谍活动，真当我们的火炮是摆设吗？等等，首长，声纳兵突然发出一声惊骇的尖叫，目标海域，水下出现恐怖的移动噪音，速度太快了，突破了80节。是林野，他朝着那艘核潜艇冲过去了。林建军愣住了，80节的水下航速，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任何人类潜水器的极限。深海之中，海狼级潜艇的声纳舱内，原本因为前行而显得静谧的空气，瞬间被凄厉的红色警报声撕裂。舰长，正前方出现巨型不明水下目标，速度极快，80节、90节。上帝啊，那是一座正在移动的海底山脉。声纳兵看着屏幕上那一大片几乎将整个探测扇区填满的红色阴影，绝望地尖叫起来。舰长死抓着扶手，目眦欲裂，满舵走，紧急上浮，快释放所有诱饵弹！但一切都太迟了，在潜艇外部的探照灯光柱中，我带着排山倒海般的水压，硬生生撞入了他们的视野。我100米长的巨大身躯在海水中猛然制动，我没有直接撞碎这艘潜艇，毕竟那会引发外交上的大地震，这不符合我背靠国家的初衷。但我必须要给这些不速之客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我张开深渊巨口，颈部的隐蔽塞裂剧烈震颤。我没有动用原子吐息，而是将肺部的高压空气配合声带的震动，在极短的距离内释放出了一道定向的高频次声波震荡。轰！无形的次声波犹如一柄无形的巨锤，狠狠砸在潜艇的耐压壳上。海狼级潜艇内部的灯光瞬间全部爆裂，所有的电子仪器在这股恐怖的震荡下直接宕机，爆出火花。船员们捂着耳朵，七窍流血的倒在甲板上痛苦翻滚。潜艇的外壳虽然没有破裂，但内部的控制系统已经被彻底瘫痪，像一块废铁一样无力的朝着海面漂浮上去。做完这一切，我连看都没再看一眼那艘瘫痪的潜艇，转身朝着龙国舰队的方向游去。几分钟后，东海海面上伴随着巨大的水花，我那顶着崭新深墨色鳞甲的庞大头颅缓缓破开水面，我的背鳍在雨夜中闪烁着冰冷而摄人心魄的幽蓝光芒。林建军站在军舰甲板上，强忍着狂风暴雨的吹打，死死盯着距离自己不到100米的这尊庞然大物。他能清晰地感觉到，眼前的这头巨兽比几个小时前更加恐怖，更加具有毁灭性。空气突然产生了一阵熟悉的扭曲波纹，我那带着金属质感的低沉声音再次通过低频声波在林建军的耳边震荡响起：饭很香，吃饱了。我眼神锁定在林建军的身上，声音中透出一股不容置疑的冷冽与杀意。第一批裂空外兽的降临坐标算时间也快到了，给我指明方向，我要去干活了。这一边，五角大楼地下深处的战略会议室，刺眼的冷白炽灯光打在会议桌上，巨大的全息投影仪悬挂在天花板正中央，正循环播放着一段卫星航拍画面。波涛汹涌的东海海面上，一头200米高的暗黑色巨兽破水而出，背鳍闪烁着令人胆寒的幽蓝色电光，粗壮的尾巴随意一扫，便在海面上掀起一阵小型的海啸。那是我2天前完成第1次可控进化时的影像。威廉姆斯站在全息投影前，双手撑着桌面，那双深陷在眼窝里的蓝眼睛里燃烧着毫不掩饰的狂热与嫉妒。他死死盯着画面中的巨兽，仿佛在看一座堆满黄金的金矿。先生们，睁大你们的眼睛看看，这根本不是什么抵御外星人的救世主，这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终极生物兵器。龙国的全民动员和那头怪兽的成长速度，已经严重打破了全球的战略平衡。如果放任他们继续投喂下去，不出1个月，我们在太平洋的霸权将被彻底粉碎。会议桌两旁，10几名军方高层和西装革履的政客面面相觑。一名参议员皱着眉头敲了敲桌子：部长阁下，龙国已经公布了外星文明入侵的预警，我们现在去招惹这头声称能对抗外星威胁的巨兽，是不是有些不合时宜？愚蠢！威廉姆斯猛地转过头，像一头护食的猎狗般露出獠牙。外星威胁还有18天才会降临，那是全人类的麻烦，不是我们一家的麻烦。但如果让龙国独占了这头巨兽的基因本源，那才是我们真正的末日。我们的目标表面上是清除怪兽威胁，实则是为了夺取它的基因本源，用来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无敌舰队。威廉姆斯只起身打了个响指，全息屏幕上的画面瞬间切换，变成了一份盖着绝密印章的庞大作战计划书。我已经拟定了一份代号为猎鲸的完美围捕计划，并在今早说服了国会那些老顽固。威廉姆斯的嘴角勾起一抹阴冷的弧度，眼神阴狠。这套计划分为3环，第1环，我们将出动3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外加数十艘驱逐舰和巡洋舰组成的联合舰队，直奔龙国东海。舰队将全员列装刚刚从秘密实验室调拨出来的特制冷冻弹，这种冷冻弹能在接触目标的瞬间制造零下200度的绝对低温，足以从正面彻底冻结那头巨兽的行动能力。听到3艘航母，在场的几名海军将领呼吸都粗重了几分，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在西太平洋集结的最庞大海上武装力量。第2环，威廉姆斯冷笑一声，继续抛出底牌。3支核潜艇编队已经提前潜入东海外围深海，他们携带的不是常规鱼雷，而是专门针对巨兽细胞结构研发的特制基因抑制病毒。只要冷冻弹命中，潜艇编队就会立刻注射病毒。退一万步讲，就算活捉失败，潜艇里搭载的当量的核弹头也能直接把它连同龙国的海岸线一起送上天。至于第3环，威廉姆斯压低了声音，像一条吐信的毒蛇，我已经动用了中情局潜伏在龙国境内的所有暗线，暗中勾结了他们国内那些见钱眼开的极端反对派。一旦开战，这些反对派会在龙国后方制造舆论恐慌和破坏活动，
里应外合。就算计划出现最坏的纰漏，我们也能把挑起战争的黑锅稳稳地扣在那些反对派和巨兽失控的头上。整个计划环环相扣，阴毒狠辣。一名海军上将站起身，目光冷酷。如果在捕获过程中，龙国军方强行介入怎么办？那就打！威廉姆斯双手猛地拍在桌面上，眼神中透着一股孤注一掷的疯狂。传我的命令，只要能捕获巨兽，就算在东海爆发冲突也在所不惜。全军出击。10几个小时后，浩瀚无垠的太平洋中部，3支庞大的航母打击群正以30节的最高航速劈开深蓝色的海浪，如同3柄巨大的灰色战锤，杀气腾腾地直奔龙国东海而去。天空中密密麻麻的舰载战斗机正在进行起降编队，雷达波毫无顾忌地扫荡着周围数百海里的空域。他们自以为做的天衣无缝，然而他们根本不了解进化后的哥斯拉究竟是个什么级别的存在。此时在深度800米的海底裂谷中，我正安静地趴在一处平坦的岩床闭目养神。完成第一次可控进化后，他现在的身高已经突破了200米，原本暗黑色的鳞甲表面多了一层犹如钥匙般坚不可摧的角质层。突然，我那双暗红色的树瞳在黑暗的海底猛地睁开，这是一种玄之又玄的超远感知能力。随着体型的暴涨和核能的提纯，我现在不仅能听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微弱声波，更能直接感知到海洋洋流中携带的异常物理震动。在我的感知世界里，太平洋中部原本平缓的水分子正在被数百万吨级的钢铁造物强行排开，产生了一阵极其微弱但又杂乱无章的次声波。伴随而来的还有海底深处那种独属于核潜艇反应堆运转时的低频共鸣，3艘10万吨级的水面巨无霸，还有10几条藏在水底的铁泥鳅。我在海底冷笑了一声，粗壮的尾巴烦躁地拍打了一下海底岩盘。吃饱了撑的，好来找死！怪兽先遣队还有不到几天就要降临了，这些大洋彼岸的政客不抓紧时间造防空洞，反而把枪口对准了自己这个顶在最前面的肉盾。这种愚蠢到极点的内耗，让保留着人类记忆的我感到一阵生理性反胃。我没有丝毫迟疑，直接调动体内充沛的生物电能，将精神力转化为一种特殊的加密电磁脉冲信号。这是进化后解锁的新能力，让我彻底告别了靠尾巴拍水发摩斯密码的原始时代。老林，醒醒，来活了！远在千里之外的东部战区地下指挥大厅，林建军正端着一杯浓茶，站在巨大的战术地图前推演即将到来的防御阵型。脑海中突然响起的那个带着浓烈金属质感的低沉声音，让他手腕一抖，滚烫的茶水险些泼在军装上。他迅速放下茶杯，按住耳边的通讯器，走到一个无人的加密终端前。林野，出什么事了？大洋彼岸的那群白头鹰飞过来，3支完整的航母编队，带头的应该是尼米兹级，水下还有洛杉矶级核潜艇打野库，全副武装，直线冲着东海安全区来。我的声音平静的像是在播报天气预报，但内容却足以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他们身上带着一股让我很不舒服的化学药剂，估计没憋什么好屁。情报同步给你的，怎么处理你看着办。林建军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犹如暴风雨来临前的夜空，简直是找死。这位身经百战的铁血将军一巴掌拍在合金桌面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整个指挥大厅瞬间安静下来，所有参谋都停下了手头的工作，惊恐的转头看向总指挥。外星兽潮的屠刀已经悬在了全人类的脖子上，这群政客竟然还在为了眼前的利益搞内斗、搞偷袭。林建军大步流星的走回主控台，厉声大喝，拉响1级战斗警报，东海舰队全体都有，立刻起锚出港，全速前往临海线布防。海防导弹兵团进入发射倒计时状态，同时接通最高统帅部，向漂亮国发出最严厉的外交警告，把情报部门收集到的他们蓄意挑衅的证据全部给我打包提交到联合国大会上去，把事情给我闹大。随着林建军的一道道军令，整个东部战区这台庞大的战争机器在一瞬间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鸣。短短3个小时后，东海临海线阴云密布，海风中夹杂着浓烈的柴油味和火药的肃杀气息。龙国东海舰队的主力驱逐舰和护卫舰已经一字排开，犹如一道钢铁长城，横亘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所有的雷达都在超负荷运转，导弹发射井的盖子全部处于开启状态。而在他们的正前方不到50海里的海平面上，一根根粗壮的战舰桅杆刺破海雾。漂亮国的3艘庞大航母如同移动的海上堡垒，在数十艘护航战舰的簇拥下，带着不可一世的傲慢，碾压着海浪逼近。2支人类最顶尖的海上武装力量在这片海域针锋相对，炮口互指，距离擦枪走火只剩最后0.1毫米的距离。警告，前方为龙国领海，请立刻转向撤离，否则我们将采取武力手段捍卫主权。龙国主力驱逐舰上的高音喇叭用中英双语循环播放着严厉的警告。然而，对面那支庞大的舰队仿佛聋了一般，航速丝毫不减。漂亮国联合舰队的旗舰指挥室内，威廉姆斯手里端着一杯红酒，看着雷达屏幕上密密麻麻的红点，满脸都是志在必得的狂妄。龙国的反应虽然很快，但在3支全副武装的航母打击群面前，依然显得有些单薄。部长阁下，龙国已经向联合国提交了抗议，我们的国内舆论也出现了一些反对声音，还要继续前进吗？舰长擦着额头的冷汗请示道。联合国那只不过是个吵架的菜市场，只要我们把那头巨兽的基因带回去，所有的抗议都会变成赞美。威廉姆斯冷笑一声，将杯中的红酒一饮而尽，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他们既然敢挡路，那就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命令前卫舰朝着龙国外围的巡逻艇发射警告弹，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这片海洋的霸主。嗖，几秒钟后，一枚大口径舰炮的炮弹撕裂空气，带着刺耳的尖笑声，精准地砸在了一艘龙国小型巡逻艇前方不到50米的海面上。冲天的水柱夹杂着弹片，狠狠地拍打在巡逻艇的甲板上，挑衅意味直接拉满。报告，敌舰率先越界开火，
请求还击。龙国驱逐舰内，火控雷达兵红着眼睛怒吼。指挥大厅里，林建军死死盯着前线传回的画面，胸口剧烈起伏，但他没有立刻下达开火的命令。他是一个高明的棋手，他在等那头巨兽的就位。威廉姆斯见龙国舰队没有还击，脸上的狂妄更甚。他转身看向武器控制台，猛地挥下手臂，第一攻击波次准备，冷冻弹装填完毕，锁定东海安全区海底热源。他仿佛已经看到那头不可一世的怪兽被冻成大冰块，被自己踩在脚下的画面。但他不知道的是，在距离他的旗舰不到5海里的幽暗海底，一双暗红色的巨大树瞳正透过深邃的海水，冷冷地注视着这艘耀武扬威的指挥舰。我巨大的身躯宛如一座潜伏的活火山，背部的鳞甲缝隙中，幽蓝色的核能光芒正在疯狂压缩流转。口袋阵已经布好，现在是狩猎的时刻。东海临海线狂风如刀怒浪排空，黑压压的乌云如同铅块般死死压在海面上，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柴油味、硝烟味，以及一种让人头皮发麻的肃杀之气。警告，前方为龙国领海，请立刻转向撤离，否则我们将采取武力手段捍卫主权。高音喇叭用中英双语进行着最后通牒。前方的海平线上，漂亮国3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犹如3座移动的钢铁堡垒，在数十艘巡洋舰、驱逐舰的簇拥下，蛮横地撕开海浪，直逼龙国东海专属安全区。漂亮国联合舰队旗舰指挥室内，气氛狂热而嚣张。国防部长威廉姆斯站在巨大的战术防弹玻璃前，手里端着半杯嫣红的葡萄酒，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冷笑。他看着雷达屏幕上代表龙国舰队的红点，眼中满是不屑。一群只敢放狠话的懦夫，在绝对的吨位和火力面前，所有的抗议都只是败犬的哀嚎。威廉姆斯晃了晃酒杯，转头看向武器控制台，猛地挥下手臂，如同一个正在宣判死刑的独裁者。第一攻击波次准备，特制冷冻弹装填，目标东海安全区海底热源，给我把那头畜生冻成冰雕，开火！随着他的一声令下，联合舰队前卫舰的垂直发射系统轰然动开，数十枚拖着长长尾焰的导弹腾空而起，犹如一张倒扣的死亡巨网，越过对峙的防线，朝着我所在的深海区域狠狠砸去。轰轰轰！导弹入水的瞬间，并没有产生震天动地的爆炸，而是发出了一种令人牙酸的沉闷碎裂声。特制冷冻弹内部的高压缩化学药剂在接触海水的刹那剧烈反应，零下200度的绝对低温，以一种违背自然常理的速度疯狂蔓延。肉眼可见的，原本波涛汹涌的海面瞬间停滞，白色的冰霜犹如瘟疫般扩散，翻滚的浪花被硬生生冻结在半空中，保持着诡异的张狂姿态。短短10几秒钟，方圆10几海里的海域变成了一块巨大的、散发着刺骨寒气的停尸房冰板。旗舰指挥室内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长官，目标海域已完全冻结。热成像显示，水下那个巨大的热源正在迅速降温，生命体征微弱。雷达兵激动得涨红了脸。威廉姆斯仰头将杯中的红酒一饮而尽，放声狂笑，干得漂亮！我就知道，碳基生物根本无法抵御这种瞬间的绝对零度。传令下去，让潜伏的核潜艇编队立刻靠过去，注射基因抑制病毒。我要活的！他仿佛已经看到自己牵着这头巨兽回去，接受国会山万众朝拜的画面。然而他那狂妄的笑声还没落下，深海之下异变突生，被厚重冰层覆盖的800米海底，我静静地趴在岩床上，周围的海水已经被彻底冻结，恐怖的寒气如同无数根钢针，试图刺穿我的鳞甲。对于普通的海洋生物来说，这确实是瞬间毙命的打击。但我在2天前刚吞噬了300公斤军用级浓缩铀，完成了第一次可控进化。我那200米高的庞大身躯内，一颗全功率运转的生物和聚变反应堆正在疯狂轰鸣。我感受到了一股令人作呕的寒意，但那只停留在表皮，进化后犹如钥匙般坚不可摧的角质层，完美的隔绝了致命的低温。我缓缓睁开眼，暗红色的树瞳在漆黑的坚冰中亮起，犹如2盏被点燃的死神提灯，真把老子当动物园里的猴了。一股暴虐的戾气从我心底猛地窜起。外星受潮的倒计时像一把悬在全人类脖子上的铡刀，我没日没夜的测试能力，准备防线。这群大洋彼岸的蠢货却为了私欲，把枪口对准了自己这个顶在最前面的肉盾，简直不可饶恕。一阵沉闷到极致，足以震碎人内脏的低频嗡鸣声从海底深处轰然爆发，海面上的坚冰开始剧烈颤抖。旗舰指挥室内，雷达兵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他看着屏幕上突然呈现指数级暴涨的红色能量度，声音劈了叉：长官，热源反应重新出现，不是恢复，是在飙升，核心温度突破临界值了。威廉姆斯猛地扑到控制台前，你说什么？咔嚓，砰！他的话音未落，前方冻结的海面上，一道贯穿天地的巨大裂缝轰然炸开，数万吨重的碎冰被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强行顶起，直冲云霄。一头高达200米的暗黑色巨兽，犹如从地狱深渊中爬出的远古魔神，踩着漫天碎冰，缓缓从海水中站直了身躯。海水沸腾了，我周身的超高温度瞬间将那些零下200度的坚冰融化气化，大片大片的白色蒸汽将我环绕，衬托的那庞大的身形更加恐怖压抑。我根本没有理会那些直升机和战舰，我微微扬起那张布满狰狞鳞片和粗壮骨刺的脸，暗红色的眼眸死死锁定了处于联合舰队中央的那艘旗舰航母。空气中产生了一阵熟悉的扭曲波纹，低沉厚重带着金属共鸣的震荡声波，直接穿透了所有战舰的防弹玻璃。既然你们送上门来，就别回去了。这一句话判了整支联合舰队的死刑。我背部那一排错落有致的舰龙状背鳍，并没有像往常一样亮起幽蓝色的光芒，这一次从尾尖开始，一抹刺目的仿佛能点燃虚空的赤红色光芒，如同狂飙的岩浆一般迅速向上攀升。红莲形态原子吐息，这是我进化后掌握的全新杀招。通
通过瞬间超频体内的核聚变反应堆，将温度和破坏力提升到一个令人发指的境地。拦截，快拦截他！威廉姆斯在指挥室内歇斯底里的尖叫，刚才的嚣张气焰早已荡然无存。联合舰队的近防炮、防空导弹在同一时间疯狂开火，密集的弹幕犹如一场金属暴雨般泼向我，但那些足以撕裂装甲的穿甲弹，打在我要石般的鳞甲上，只迸发出一连串微弱的火星，连个白印都没留下。我张开了深渊巨口，一道直径超过5米的赤红色高能等离子光柱，带着毁灭一切的威势，轰然喷发。这道赤红色的光柱没有丝毫散射，它宛如一把由神明挥动的烈焰巨剑，瞬间切开了空气，精准无误地命中了为首的那艘尼米兹级航母的飞行甲板。死了！坚不可摧的特种飞行甲板，在那几万度的高温面前，简直比一层窗户纸还要脆弱。赤红光柱毫无阻碍地融穿了甲板，贯穿了机库，直接捅进了航母最底层的弹药库。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滞了半秒，紧接着，一团巨大无比的暗红色火球在海面上轰然膨胀。航母内部数千吨的航空炸弹和反舰导弹引发了惨烈的连环殉爆。10万吨级的钢铁巨兽在这股毁天灭地的力量面前发出痛苦的哀鸣。巨大的船体从中间部位被硬生生撕裂折断，满载着燃油的战斗机像玩具一样被抛向半空，然后在火海中化为灰烬。整艘航母在滔天的火光中断成2截，拖着滚滚浓烟，绝望地沉入沸腾的海底，全场死寂。无论是逃窜的水兵，还是在后方严阵以待的龙国舰队，都被这堪称神罚般的一幕彻底震撼。一击，仅仅一击，蓝星上最强大的水面武装力量，人类工业的巅峰结晶，就这么灰飞烟灭。潜艇，让潜艇开火，用核鱼雷杀了他！威廉姆斯瘫软在地，抓着通讯器疯狂咆哮，声音因为极度的恐惧而变得尖锐刺耳。隐藏在海面下的3支洛杉矶级核潜艇编队早已吓破了他，但在死命令的催促下，他们还是硬着头皮打开了鱼雷发射管。10几枚重型线导鱼雷拖着白色的尾迹，从4面8方朝着林野的死角绞杀而去。我冷哼一声，庞大的身躯在海水中猛地一沉，我那条粗壮的犹如大厦般的巨尾在水下猛然抡圆，带起一股狂暴的深海暗流。砰砰砰砰，那条巨尾犹如一条无坚不摧的钢鞭，精准地扫过了鱼雷的袭来路径。10几枚重型鱼雷根本没有机会靠近我的鳞甲，就被这股恐怖的物理压强当场拍爆。沉闷的水下爆炸声此起彼伏，激起冲天的水柱。我借着下潜的冲力，直接锁定了水下那10几艘核潜艇的位置，猛地冲入潜艇编队阵型中央。那双巨大的利爪探出，轻而易举地扯开了洛杉矶级潜艇的耐压壳，刺耳的金属撕裂声在海底回荡。我没有大开杀戒，锋利的爪尖精准地拨开了潜艇的反应堆舱，将里面散发着幽蓝光芒的核燃料棒和武器级浓缩铀一把掏了出来。我张开巨口，将这些对人类来说沾之即死的高辐射核原料，像是吃麻辣小零食一样直接吸入腹中。接连掏空了5、6艘核潜艇的反应堆后，我体内的能量储备瞬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峰值。一股狂暴的蓝色电流开始在我背后的骨板上疯狂跳跃游走。我猛地破水而出，200米高的身躯傲立在海面之上。我深吸一口气，胸腔高高隆起，背鳍上的蓝光刺目到了极限。但我没有喷出高温吐息，而是发出了一声震动天地的低吼。一道半透明的、呈现波纹状的幽蓝色电磁脉冲吐息，以我为圆心，犹如一场无声的风暴，瞬间席卷了方圆百里的海域。这是一种针对现代电子工业的绝对降维打击。脉冲扫过的瞬间，联合舰队剩余的所有驱逐舰、巡洋舰上，那些精密相控阵雷达、火控系统、通讯主板，统统爆出一团耀眼的火花，所有的屏幕瞬间熄灭，引擎凄厉的停转。这支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化舰队，在顷刻间变成了一堆漂浮在海面上的虾子和笼子，彻底瘫痪。整个战局的逆转，从我破冰而出到舰队瘫痪，前后加起来不到20分钟。2艘航母沉没，数十艘战舰被毁，剩下的舰船彻底失去动力，在海浪中绝望的摇晃。剩下的水兵看着那尊屹立在火海中的黑色魔神，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纷纷跪在甲板上，丢下武器，祈祷上帝的救赎，全体出击，收网。龙国舰队指挥舰上，林建军一巴掌拍在指挥台上，眼神如刀。刚才还按兵不动的龙国东海舰队，此刻犹如一群离弦的利箭，全速冲入战场。陆战队员乘坐快艇，迅速登上了那些瘫痪的漂亮国战舰，将枪口顶在了那些早已吓破胆的舰长脑门上。威廉姆斯所在的指挥舰被2艘大驱死死夹击，舱门被暴力破开，几名全副武装的龙国特种兵冲了进去，将瘫倒在地的威廉姆斯死死按在甲板上。你们不能抓我，我是合众国国防部长，你们这是在挑起世界大战。威廉姆斯还在做着最后的挣扎。带队的龙国军官冷笑一声，从怀里掏出一个战术终端，直接播放了一段音频，里面清晰地传出威廉姆斯下达冷冻弹攻击，以及要求潜艇注射基因病毒的命令原因。威廉姆斯先生，你的围捕计划录音，以及暗中勾结我国境内极端反对派的资金流水，5分钟前已经由我国最高代表同步提交到了联合国大会现场。军官语气冰冷，你下半辈子就在最高级别的军事监狱里为你的愚蠢赎罪吧。消息传出，全球震动，漂亮国国内舆论瞬间爆炸。短短几个小时内，以威廉姆斯为首的鹰派势力土崩瓦解，全员被捕审查。这场气势汹汹的围捕计划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国际笑话。而此时的东海深处，战斗结束后的我没有理会海面上的打扫战场，我直接沉入了海底最深处。从核潜艇编队里一口气吞噬的大量核原料，正在我体内引发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那股庞大的能量犹如脱缰的野马，疯狂冲刷着我的细胞结构。我在深海中痛苦的翻滚，旧的黑色鳞甲成片成片的剥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致密、隐隐泛着暗金色光泽的重型装甲。我的骨骼在咯吱作响中疯狂拉伸重组，200米、300米、400米。当一切平静下来时，我缓缓从海底站起。我完成了第2次可控进化。此刻的我，身高已经突破了恐怖的
的500米大关，那股毁天灭地的压迫感，甚至让周围的洋流都产生了停滞。不仅如此，我感受到背部的骨板和体内的反应堆之间建立了一种奇妙的能量循环回路。我心念一动，庞大的身躯竟然挣脱了海底的重力，依靠着能量的反冲，在海水中悬浮了起来。短距离反冲飞行能力解锁，这就意味着我不再是一头只能在海里和陆地上笨重移动的马，我拥有了对空作战的绝对机动性，但强行吞噬并进化，代价也是沉重的。一股前所未有的虚弱感潮水般涌来，我的眼皮犹如灌了铅一样沉重，体内的能量因为强行改造身体而消耗一空。我明白，这是进化后的机体重塑期，在接下来的3天里，我将陷入深度沉睡，毫无反抗之力。老林，我用最后一丝精神力向林建军发送了坐标和情况说明，我需要睡3天，这3天我没有还手之力，把后背交给人类，这是一场豪赌。10几秒后，林建军的声音在通讯频道里响起，斩钉截铁，透着一股让山河变色的铁血意志。睡你的！战区所有空机、海机、陆基力量全线压上，围绕你的沉睡坐标，构建30公里、50公里、100公里3道绝对防御圈。林建军站在指挥舰的舰首，望着风起云涌的海面，猛地拔出腰间的配枪，子弹上膛，传令全军：这3天，哪怕是天王老子来东海，也得给我打下来！谁敢动我们的镇国神兽一根汗毛？龙国不惜一切代价开战！听着通讯频道里传来的指令，我缓缓闭上眼睛，在深海中沉沉睡去。这一刻，我是真正的把命交给了这个国家，而这个国家也正在用举国之力为他们的神明护岛。距离万兽降临还剩17天，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东海0号禁区，乌云如厚重的铅块死死压在海面上，连一丝风都透不进来。海面上停泊着密密麻麻的钢铁巨舰，首尾相连，宛如一道横亘在天地间的钢铁长城。距离我陷入深度沉睡已经过去了整整68个小时。这68个小时里，这片海域连一只海鸟都飞不进来。东部战区砸下了血本，3道绝对防御圈将我沉睡的坐标点围得水泄不通。外围是核潜艇编队组成的深海巨指线，中层是导弹驱逐舰和护卫舰构成的海面火力网，内圈则是2艘常规动力航母带来的全天候空中巡逻梯队。指挥舰泰山号的舰桥上，林建军站在战术沙盘前，双眼布满血丝，他已经快3天3夜没有合眼了，下巴上长满了青灰色的胡茬，原本笔挺的将官服也显得有些皱巴，但他站得依然像一根钉死在甲板上的钢钉，浑身上下透着一股让人不敢直视的肃杀。首长，去休息10分钟吧。旁边的参谋长端着一杯温水走过来，声音里带着担忧。陈老那边刚发来海底生命体征报告，林野的细胞重组已经进入尾声，预计还有4个小时就能彻底苏醒，这里有我盯着。林建军摆了摆手，推开水杯，目光死死定在雷达屏幕上。大洋彼岸有什么动静？威廉姆斯被捕后，漂亮国国内乱成了一锅粥，几大财阀正在国会山上狗咬狗，他们的太平洋舰队已经全线退回了基地，表面上看起来老实了。参谋长汇报道，表面上。林建军冷笑一声，那双犹如鹰隼般锐利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寒芒。记住，永远不要低估那帮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底线，他们得不到的东西，宁可毁掉也绝不会留给别人。越是安静，越说明有见不得光的脏东西在水底下憋着。林建军的话音刚落，刺耳的战区及红色警报声毫无预兆的在剑桥内凄厉的炸响，不是海面雷达，也不是深海声呐，而是来自大气层外的预警。报告总指挥，最高太空司令部紧急专线。通讯兵猛地扯下耳机，声音因为极度的惊骇而变调。近地轨道上，一颗隶属于漂亮国、标号为废弃的气象卫星，30秒前突然变更轨道，解除了伪装外壳，主控屏幕瞬间切换，一张来自太空的高清光学照片被放大。那根本不是什么气象卫星，而是一座长达20米的缩型轨道武器平台。随着伪装外壳的脱落，平台腹部露出了3个黑洞洞的发射管，天基动能武器。参谋长倒吸一口凉气，脸色瞬间煞白。目标锁定了，是0号禁区，3枚上帝之杖已经完成脱轨点火，正以14马赫的速度向我们砸下来。预计撞击时间2分半钟。整个剑桥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上帝之杖，这是一种只存在于绝密图纸上的理论级概念武器，它不搭载任何核弹头或高爆火药，完全由高密度的实心钨合金棒组成，从近地轨道坠落，依靠地球重力加速度，在接触地面的瞬间释放出堪比战术核武器的恐怖动能。2分半，林建军深吸了一口气，大脑在0.1秒内完成了无数次战术计算。林野现在正处于节俭蜕变的最关键时期，海底的探测器显示，他连最基本的鳞甲防御都没有完全硬化，一旦被这种携带恐怖动能的乌棒砸中，海底岩层会被瞬间击穿，那股排山倒海的物理震荡波，足以将林野处于重组状态的内脏全部震碎。不能躲，只能硬扛。林建军猛地直起身子，一声怒吼犹如狂狮咆哮，彻底震碎了剑桥内的恐慌。命令防空导弹第1、第2、第3阵列全部解除保险，反导拦截弹一发不剩的打上天。东海舰队所有具备防空能力的舰艇，近防炮全功率预热，弹幕仰角调整至最高。随着林建军的军令下达，平静的东海海面瞬间沸腾，几十艘重型驱逐舰的垂直发射井接连轰开，橘红色的尾焰照亮了压抑的乌云，上百枚代表着龙国最高工业结晶的反导拦截弹，犹如一场逆行的流星雨，拖着长长的白烟，朝着苍穹之上疯狂扑去。太空中，3根长达10米的钨合金棒已经进入了大气层，与空气的剧烈摩擦让它们表面燃起了刺目的火光，犹如3柄由神明制出的烈焰长枪，带着令人绝望的压迫感，直指海底的我。拦截倒计时，高空大气层中，火光猛地接连炸开，龙国的反导系统发挥了巅峰水准，密集的拦截弹在精准的雷达制导下，与其中2根乌棒发生了惨烈的对撞，爆炸的碎片在天空中化作一场壮丽的钢铁烟花，成功拦截2枚。雷达兵兴奋的大喊。
但下一秒，他的声音就像被掐住脖子的公鸡一样戛然而止。第3枚拦截失败，他的弹道在末端进行了变轨微调，穿透了拦截网。大屏幕上，最后一根燃烧着熊熊烈焰的乌棒，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姿态撕裂了云层，带着刺耳的音爆声，直挺挺地朝着0号禁区的海面砸落。距离海面还剩最后3万米，5秒钟，这点时间，连再次装填防空导弹都来不及了。战术沙盘前，林建军死死盯着代表那根乌棒的红色光点，牙齿咬得咯吱作响。海底就是正在沉睡的镇国神兽，绝不能让这股动能穿透海水。呼叫驱逐舰太行号，林建军抓起通讯器，声音沙哑，却透着一股让人心碎的决绝。太行号收到，请首长指示。通讯器那头传来舰长李建明坚定的声音：太行号，立刻满舵，全速切入林野沉睡坐标的正上方。你的任务是用舰体挡住那根乌棒。林建军闭上了眼睛，2行浊泪顺着满是胡茬的脸颊滚落。他这是在让一整艘军舰，连同上面的数百名官兵，去当一个人肉盾牌。通讯频道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只有海浪拍打舰体的声音。1秒钟后，李建明的声音再次响起，没有恐惧，没有迟疑，只有属于龙国军人的从容与铁血。太行号明白，全体舰员已就位。首长，这片海我们守了。大海上，排水量7000多吨的太行号驱逐舰引擎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它像一头视死如归的狂牛，在海面上划出一道白色的粗犷航迹，精准地横在了那个致命的坐标点上。天空中，刺目的红光已经笼罩了整片海域，空气被高速坠落的乌棒摩擦出一种烧焦的味道。太行号的甲板上，没有一个人逃跑，所有水兵站在各自的岗位上，抬头仰望着那根带来毁灭的长枪，抬起右手，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轰！天地之间仿佛失去了一切声音，那根携带了几十吨 TNT 当量动能的乌合金棒，毫无花哨地砸在了太行号的舰中。坚硬的特种装甲钢在这股纯粹的动能面前，脆弱的就像一块豆腐。巨大的舰体在接触的瞬间，直接被砸得从中折断、凹陷，金属的扭曲声、断裂声汇聚成一声令人头皮发麻的哀鸣。恐怖的动能以太行号为中心，向着四周的海水疯狂宣泄，一个直径超过100米的巨大凹陷在海面上成型，数万吨海水被强行挤压成冲天的水墙。太行号这艘服役了10年的功勋战舰，用自己的粉身碎骨，硬生生吃下了这毁灭性的一击，残骸带着烈火和浓烟，向着海底缓缓沉去，动能被削弱了90%，但剩余的震荡波依然顺着海水传导到了800米深的海底。此时的海底，我正处于一个由高密度海水和暗物质构成的巨大黑色茧房中。我其实在拦截弹爆炸的时候就已经恢复了意识，但我无法动弹，体内狂暴的核能正在进行最后的回路铺设。我通过对水流的感知，清晰地看到了海面上发生的一切。我看到了那根带着毁灭气息的乌棒，我看到了那艘名叫太行号的驱逐舰义无反顾地挡在了自己头顶。我感受到了那些龙国军人在生命最后一刻的决绝。震荡波砸在黑色茧房上，茧房表面出现了一道道细密的裂纹。我原本尚未完全成型的内脏，在这股震荡下渗出了金色的血液。痛，但比肉体更痛的是那种被人拿命护着的沉重感。咔嚓，一声极其细微的碎裂声在海底响起，紧接着是第2声、第3声。束缚在我庞大身躯上的黑色茧层开始大片大片的剥落，海底的暗流突然静止了，一股无法用科学解释的恐怖重力场比我为圆心轰然爆发，周围的海水被这股力场强行排开，形成了一个绝对真空的球体空间。我睁开了眼睛，那不再是之前的暗红色树头，而是深邃到了极点，仿佛蕴含着宇宙星辰般的暗金色。我的体型已经从200米暴涨到了令人窒息的500米，原本粗糙的鳞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层犹如黑曜石般光滑、致密，边缘却锋利如刀刃的重型骨铠。背部的剑龙状背鳍变得更加巨大，每一片背鳍的中心都流转着如同液体般的幽蓝色高浓度核聚变能量。我微微张开嘴，你们找死！一个冰冷到仿佛能冻结灵魂的意识波动，直接穿透了800米的海水，冲破了云层，甚至顺着地球的磁场，精准地锁定在了大洋彼岸某个深埋地下的秘密指挥所。海面上，林建军双眼通红，死死抓着栏杆，看着太行号残骸沉没的海域，周围的救援艇正在疯狂打捞落水的船员。首长，海底的重力场出了大问题！生奈兵突然尖叫起来，连滚带爬地冲出舱室，指着海面。林建军转头看去，只见太行号沉没的那片海域，海水突然像失去了重力一般，开始大面积地向着天空倒卷，数百万吨的海水化作一道连接天地的巨大水龙卷，逆流而上。在这违反物理常识的壮观景象中，一个庞大到让人窒息的黑色虚影缓缓从海底升起，没有任何拍打水面的动作，没有任何动能推进的轰鸣，500米高的林野就这么悬浮在半空中。我粗壮的尾巴随意垂在空中，却让周围的空间都泛起了肉眼可见的扭曲波纹。反重力场，陈敬山院士通过远程监控看到这一幕，手里的平板电脑啪嗒一声掉在地上，老泪纵横。生物反重力，他打通了核能和引力波的转化屏障。这不是怪兽，这是神，这是真理。我悬浮在海面之上，目光扫过那些正在打捞落水水兵的龙国舰艇，眼底闪过一丝柔和。随后我抬起头，那双暗金色的眼眸死死锁定了苍穹。在大气层外，那颗发射了上帝之杖的轨道平台依然在静静漂浮，等待着评估打击效果。我胸腔猛地扩张，周围的空气瞬间被抽干，形成了一阵短暂的真空风暴。背部的背鳍并没有依次亮起，而是瞬间同时爆发出刺目到了极点的赤金色光芒。这是比红莲状态更高阶的能量压缩。星云吐息，一道只有水桶粗细却凝练的犹如实质的赤金色光束从林野口中骤然喷发。这道光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速度却快得超出了人类视觉的捕捉极限。它瞬间洞穿了厚重的乌云，切开了大气层，直接杀入外太空。位于近地轨道的那个庞大武器平台，连报警系统都没来得及触发，就被这道赤金色的光束从正中央穿透。没有爆炸，平台在接触光束的瞬间，直接被几千万度的高温和恐怖的粒子流分解成了最基础的原子形态，彻底从这个宇宙中被抹除。做完这一切，我缓缓低下头，我操控着反重力场，稳稳地降落在太
泰形号残骸附近的海面上，空气中荡漾起波纹。那个带着金属质感的声音再次在林建军的耳边响起。这一次，声音里不再有疲惫，只有君临天下的霸道与绝对的冷酷。老林，欠我一顿饭，我替你们扫平了航母。现在我欠太行号一艘船。我转过身，庞大的身躯犹如一座黑色的铁塔，面朝向了无尽的深空。14天后，等天上那群杂碎下来，我用他们的命来祭这片海。大洋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这里是蓝星物理常识的禁区，水压高达1100个大气压，阳光在数百万年的岁月里从未触及过这片死寂的深渊。几条长着发光触须的深海盲鱼正在缓缓游动，寻找着海底热泉喷发出的微小有机物。毫无征兆的，原本平缓的深海暗流停滞了，紧接着空间本身仿佛变成了一块被暴力拉扯的破布，发出一阵让人牙酸的无法用声学解释的撕拉声。一道长达上百米的幽紫色裂缝在漆黑的海水中央凭空撕裂，裂缝边缘闪烁着诡异的电弧，周围的海水被瞬间排开，形成了一片绝对真空的地带。一只布满幽绿色荧光、完全由某种未知晶体构成的巨大节肢猛地从裂缝中探出，死死扣在了海底的岩层上。岩石在这种非自然力量的挤压下，瞬间化为齑粉。紧接着，一个体型长达300米、外形宛如深海巨型掠食者与重装机甲结合体的怪物缓缓从空间裂缝中挤了出来。它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五官，倒三角形的头部完全被一层半透明的墨绿色硅基装甲覆盖，装甲下方流转着高浓度的腐蚀性能量。它的身躯呈现出一种病态的流线型，背部两侧长着6条锋利如手术刀般的节肢长毛，尾部则是一个巨大的、闪烁着致命毒光的酸液囊。外星硅基生命，裂空先遣兽，代号连骨。它刚一现身，那颗隐藏在胸腔第3块甲壳后方的能量核心便开始急剧闪烁。它没有视力，却能通过捕捉海水中的热量残留和电磁波动来感知世界。很快，它锁定了300海里外的一个巨大热源，那是漂亮国太平洋舰队的关岛海军基地。在经历了东海的惨败后，这支残存的舰队正龟缩在港口内进行紧急休整。连骨内被硅基装甲包裹的喉咙里发出一阵类似玻璃疯狂摩擦的尖锐嘶鸣，它粗壮的后肢在海底猛然发力，恐怖的反冲力直接在海床上踩出一个直径数百米的陨石坑。这头300米长的怪物以一种违背流体力学的恐怖速度撕裂深海，直奔关岛而去。同一时间，龙国东部战区地下堡垒，刺耳的警报声划破了指挥大厅的宁静。大屏幕上的全球能量监测图谱中，代表西太平洋海域的板块突然亮起了一团猩红刺目的光晕。总指挥，马里亚纳海沟方向探测到空间曲率异常波动，紧接着出现了超高强度的不明热源。情报官猛地站起身，声音因为紧张而紧绷，速度太快了，目标正在以120节的水下航速直奔漂亮国关岛基地。声纹比对库中找不到任何匹配项。林建军站在主控台前，那双熬得通红却依然锐利的眼睛死死盯着屏幕上的红点。他没有丝毫意外，林野当初给出的第一个预言坐标就是马里亚纳海沟。林建军双手撑在桌面上，这头畜生终于来了。他转头看向旁边的陈敬山院士，陈老，林野现在的状态怎么样？陈敬山此时正坐在一堆复杂的生物电信号接收仪前，手指在键盘上飞速跳动。老人的眼中闪烁着狂热的光芒。听到林建军的问话，他猛地抬起头，好得很。3天沉睡，他彻底稳固了500米级的反重力形态。现在的他能量储备甚至溢出了警戒线。他刚才已经向我发送了脑波反馈。陈敬山咽了一口唾沫，补充道：“他说他饿了。”林建军冷硬的嘴角勾起一抹嗜血的弧度。接通0号禁区通讯，几秒钟后，加密频道建立。林建军抓起麦克风，声音沉稳如铁：“林野，目标出现了，300米级，硅基生命体，正前往关岛。你的判断完全准确。”电波那头传来一阵震动海水的低沉嗡鸣，随后是那个带着金属质感的低沉男声：“那是探路犬。”我的声音里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霸道。硅基生物的装甲密度和常规武器的杀伤转化率，我们需要实战数据。这只狗我亲自去宰。你们让重型轰炸机带上刚研发的高频震荡弹，在天上待命。明白。林建军干脆利落地结束了通话。东海0号禁区，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一个庞大到令人窒息的黑色虚影缓缓浮出水面。500米高的我，犹如一座沉默的活火山，阳光洒在它那层犹如黑曜石般致密的重型骨铠上，折射出冰冷而狂暴的金属光泽。我没有依靠尾巴拍打水面，而是直接启动了体内的反重力场，周围的海水轰然退散，庞大的身躯在一股无形力量的托举下，瞬间腾空而起。我背部的剑龙状背鳍爆发出刺目的幽蓝光芒，那是核能转化为推进力的物理反应。轰！空气被恐怖的动能直接撞碎，一圈巨大的白色音爆云在海面上轰然炸开。我犹如一颗倒飞的黑色陨石，以超过3马赫的恐怖速度撕裂苍穹，直奔太平洋腹地杀去。而此时的关岛海军基地已经变成了一片人间炼狱。10分钟前，漂亮国的防卫雷达才堪堪捕捉到那个以120节速度逼近的深海恶魔，还没等基地指挥官下达防御指令，连骨就已经冲出了水面。300米高的硅基怪物带着满身的深海淤泥和幽绿色的粘液，轰然砸在港口的防波堤上。数万吨级的钢筋混凝土防波堤，在它那锋利的节肢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样，瞬间崩塌。开火，杀绝那个怪物！上帝啊！港口驻防的指挥官在通讯频道里歇斯底里的尖叫。2艘勉强启动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将舰首的127毫米主炮对准了岸上的怪物，疯狂倾泻火力。密集的穿甲弹带着橘红色的火光，雨点般砸在连骨的身上。然而令人绝望的一幕出现了，那些足以击穿重型坦克装甲的炮弹，打在怪物半透明的墨绿色硅基外壳上，只迸发出一团团微弱的火星。炮弹的动能被那层诡异的装甲直接吸收，偏转，甚至连一道划痕都没有留下。连骨转过那颗没有眼睛的倒三角头颅，胸腔内部的能量核心猛地一亮，他张开布满交错晶体獠牙的口气，一道惨绿色的高压腐蚀等离子液柱轰然喷出，液柱精准的浇筑在其中一艘驱逐舰上。
没有爆炸，只有一种让人头皮发麻的嘶嘶声。在那股惨绿色液体的腐蚀下，各种防弹钢板就像被泼了开水的雪花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冒出滚滚黄烟，迅速溶解坍塌。舰艇上的水兵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被连人带船融化成了一滩冒着气泡的剧毒铁水，沉入港口。整个基地彻底崩溃了，士兵们丢下武器，疯了一样的向岛屿内陆逃窜。连谷则迈开6条巨大的截肢，在港口内肆意屠杀，吞噬着核动力航母残骸里的核燃料。就在他准备摧毁岛上最后一座雷达站时，他的动作突然僵住了。他胸腔内的能量核心开始疯狂闪烁，一种源自生命阶级上的绝对压制感从天空中犹如泰山压顶般轰然降临。连谷猛地抬起头，看向头顶的苍穹，厚重的云层被一股蛮横的力量从中撕裂。一个比他还要庞大近1倍的黑色魔神，带着焚天逐海般的高温，从平流层垂直坠落。我根本没有减速，反而将体内的反重力场瞬间倒转，转化为恐怖的引力加持。500米高的庞大身躯，配合着重力加速度，犹如一柄由神明锻造的重锤，朝着连谷狠狠砸下。轰隆隆隆，整个关岛基地在这一记毁灭性的坠击下，发生了12级地震。坚硬的岛屿岩层直接被踩出了一个深达100米的巨大陨石坑，蛛网般的裂缝向着四面八方疯狂蔓延，海水倒灌进裂缝，激起冲天的水蒸气。连谷甚至没来得及做出任何规避动作，就被我那一双粗壮犹如山脉般的大腿死死踩在了脚下。狂暴的气浪掀翻了周围所有的建筑残骸，被踩在脚下的龟基先遣兽发出了极其尖锐的惨叫。它引以为傲的坚硬龟基外壳，在我500米级体型的纯粹吨位压制下，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咔嚓声。但连谷毕竟是跨越星际的掠夺者，他背部的6条截肢长矛如同闪电般扬起，带着足以切开航母甲板的锐利锋芒，狠狠刺向我的腹部。震耳欲聋的金铁交加声响彻天际。火星4剑中，我甚至连看都没看一眼，那些截肢长矛刺在他新进化出的黑曜石骨铠上，直接被死死卡住。我现在的装甲密度是经过2轮核聚变洗礼的巅峰之作，根本不是这种前哨级别的外兽能够破防的。我低下头，暗金色的眼眸中闪烁着冷酷的数据光芒。我在借机测试龟基外壳的硬度大约是人类现役特种钢的10倍，物理抗性极高，但关节连接触的晶体结构存在韧性缺陷。我在心中迅速建立起对方的防御模型，并同步将数据通过加密频段传输给后方的龙国指挥中心。测试完毕，这只探路犬也就失去了活着的价值。连谷似乎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他胸腔疯狂膨胀，口气大张，准备零距离对着我喷射那种连战舰都能融化的腐蚀等离子，还敢张嘴。我眼中凶光一闪，巨大右爪猛然探出，速度快的在空气中留下一道残影，一把掐住了连谷那长满獠牙的上下颚，然后凭借着绝对的蛮力向外狠狠一撕，伴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撕裂声，连谷引以为傲的腐蚀酸液囊被我硬生生从喉咙里扯了出来，惨绿色的剧毒体液喷洒而出，落在我的骨铠上，发出微弱的嘶嘶声，却连第1层角质层都没能烧穿。老林，打他的第3块胸甲！我松开爪子，将怪物残破的躯体一脚踢飞出数千米，砸进远处的一座山峰里。大洋上空3万米，一直处于隐身巡航状态的龙国战略轰炸机机舱内，武器操作员立刻锁定了下方那个被砸进山体里的怪物，坐标锁定，高频震荡弹投放，一枚流线型的黑色导弹脱离弹舱，犹如一只捕猎的黑鹰，朝着连谷的方位急速俯冲。刚刚从废墟中挣扎起身的连谷，迎面就撞上了这枚造型奇特的导弹。导弹没有装填高爆火药，而是在接触其胸甲的瞬间，启动了内部的超高频声波震荡发生器。一股无形的频率波纹精准地切入了硅基晶体的分子共振带，咔咔咔，肉眼可见的，连谷胸前那块号称坚不可摧的第3块甲壳，表面开始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纹，最后砰的一声彻底崩碎，露出了里面那颗闪烁着幽绿色光芒，犹如心脏般跳动的能量核心。弱点彻底暴露，我站在几千米外，庞大的身躯微微下沉，我背部的剑龙状背鳍没有依次亮起，而是瞬间同时爆发出刺目到了极点的赤金色光芒。这是我用来摧毁天机武器的绝杀，星云吐息，没有蓄力，没有前摇。我张开巨口，一道凝练的只有水桶粗细的赤金色光柱，犹如一柄裁决之剑，瞬间贯穿了数千米的虚空，精准无误地捅进了连谷失去甲壳保护的能量核心。几千万度的高温和恐怖的粒子流在核心内部轰然爆发，连谷那300米长的身躯瞬间僵硬，随后从核心处开始，整个身体像被点燃的易碎玻璃一样，迅速布满了赤红色的裂纹。2秒钟后，伴随着一阵沉闷的爆裂声，整只先遣兽被炸成了一漫天飞舞的硅基碎屑，连一块完整的肉块都没有留下。秒杀，绝对的碾压。关岛基地外围，那些幸存下来的敌军士兵趴在泥潭里，看着远处那尊犹如魔神般屹立在天地间的黑色巨影，一个个吓得失声痛哭，甚至有人开始对着我的方向疯狂磕头。他们刚刚目睹了人类最强武器在怪物面前的无力，又亲眼见证了这头怪物被另一尊更恐怖的神明如同捏臭虫般碾死。这种世界观的崩塌，比肉体上的毁灭更让人绝望。我没有理会那些渺小的人类，我迈开沉重的步伐，走到那堆外兽化作的灰烬前，伸出巨爪，从碎屑中刨出了一块大约有卡车大小，虽然暗淡但依旧散发着微弱绿光的金核。这是这只先遣兽唯一没有被烧毁的能量储备中枢。我直接将金核扔进嘴里，像嚼冰块一样咬碎吞下，一股冰冷而奇异的能量迅速融入了我的生物反应堆。数据收到了吗？我通过低频声波联系远在龙国的指挥中心。地下堡垒内，林建军看着屏幕上刚传回的硅基装甲破防数据，双眼金光爆射，狠狠一拳砸在桌面上。收到了，震荡弹确实有效，你的测试结果将拯救我们成千上万战士的命。林建军深吸一口气，语气变得无比凝重且决绝。林野，前哨已经到了，大部队的将领进入最终倒计时。我转过身，迎着太平洋上刮起的新咸海风，那双暗金色的眼眸眺望着遥远的天际线。在我吞噬那枚金核的瞬间，我已经从外兽的残存记忆里看到了那片隐藏在深空彼岸的密密麻麻足以遮蔽星河的恐怖兽潮，那是足以将整个蓝星表面犁平10遍的绝望力量。14
天，我的声音在通讯频道里回荡，带着破釜沉舟的肃杀，让陈敬山把你们压箱底的高浓缩反应堆全给我拉到海边来。这14天，我要吃空你们的国库，等天裂开的时候，我保证没有一只外兽能活着踏上龙国的土地。东海0号禁区，漆黑的夜幕下，狂风卷挟着暴雨，疯狂抽打着海面。我静静矗立在波涛之中，坐标已确认，南美洲亚马逊雨林腹地。林建军的声音通过加密频段在林野脑海中响起，带着掩饰不住的沉重。那些先遣兽的推进速度超出了我们的战术推演，南美各国的防线已经全线崩溃，常规火力打在他们身上，连个白印都留不下。如果让他们冲出雨林，进入人口密集区，后果不堪设想。我的树瞳在夜色中亮起，目光穿透重重雨幕，锁定了遥远的西南方向。交给我，没有多余的废话。我心念一动，体内那颗犹如恒星般燃烧的生物和聚变反应堆瞬间提升功率，轰！平静的海面骤然炸开，一股违背物理常识的反重力磁场以我为中心轰然爆发，数百万吨海水被强行排开，形成一个巨大的真空半球。庞大的黑色身躯拔地而起，挣脱了地心引力的束缚，背部的剑龙状背鳍爆发出刺目的幽蓝光芒，核能转化为狂暴的推进力。我破空而去，贴着海面进入超音速飞行状态，一圈肉眼可见的白色音爆云在海面上炸开，狂暴的气浪硬生生在太平洋上离出了一道深达数十米的白色海沟，开启了跨越半个地球的远征。整整12个小时的高强度飞行，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试图穿透南美洲的云层时，亚马逊雨林已经变成了一片人间炼狱。原本茂密的热带雨林此刻满目疮痍，冲天的黑烟遮蔽了天日，十几只体型长达数十米、外形狰狞的硅基外兽正在焦黑的土地上肆虐。南美陆军第3装甲师的残部正在进行最后的死守，开火，不要停，拦住他们！上尉席尔瓦嘶哑地怒吼着，眼角崩裂流出血水。10几辆主战坦克将炮口对准了冲在最前面的一只外兽，穿甲弹雨点般砸在怪物半透明的墨绿色甲壳上，火星四溅，震耳欲聋的金属碰撞声响彻战场。可那些足以击穿复合装甲的炮弹，却只能在外兽的壳上留下几道浅浅的白痕。外兽发出一声刺耳的嘶鸣，胸腔亮起惨绿色的光芒，一张口，一股粘稠的腐蚀性体液犹如高压水枪般喷射而出，直接浇筑在最前方的2辆坦克上。吃，刺鼻的黄烟冲天而起，几十吨重的钢铁巨兽就像烈日下的雪糕，在凄厉的惨叫声中，连同里面的驾驶员一起，短短几秒钟就被融化成了冒着气泡的剧毒铁水。绝望，彻头彻尾的绝望。席尔瓦看着越来越近的狰狞巨兽，颓然地闭上了眼睛。人类的武器在这些星际掠夺者面前，简直就像烧火棍一样可笑。就在他以为自己即将被融化成血水时，头顶的天空突然暗了下来，不是乌云蔽日，而是一座黑色的山峰，凭空出现在了战场正上方。轰隆隆隆，伴随着刺破耳膜的恐怖音爆，我500米高的庞大身躯犹如陨石般重重砸落在战场中央，大地震颤，泥土翻飞，狂暴的冲击波犹如12级飓风，直接将周围数百米的树木连根拔起，甚至将几只冲得最猛的外兽掀翻在地。10几只外兽瞬间停下了杀戮，他们齐刷刷地转向了我，感受到了这尊黑色魔神体内那股令他们站立的恐怖能量。没有试探，没有对峙，外兽们遵循着掠夺者的本能，嘶吼着朝我猛扑过来，口中同时喷吐出铺天盖地的腐蚀性体液，漫天的惨绿色毒液犹如一场死亡暴雨，笼罩了我庞大的身躯。远处的席尔瓦和残存的士兵们惊恐地瞪大了眼睛，他们刚刚亲眼目睹了这种毒液的恐怖，即使是这头体型庞大的神秘巨兽，一旦沾染，恐怕也会被烧穿皮肉。然而下一秒发生的景象彻底颠覆了他们的认知，毒液暴雨在距离我身体还有10几米的地方突然停滞了，我体内全功率运转的反应堆散发着堪比火山口的超高温度，那些足以融化装甲钢的腐蚀性体液根本沾不到我那层黑曜石般的鳞甲，就在半空中被恐怖的高温瞬间蒸发，化作大片大片无害的绿色蒸汽，随风散去。我冷漠地俯视着脚下这群如同野狗般狂吠的先遣兽，就这点能耐，我那条粗壮的犹如大厦般的巨尾在空气中猛然抡圆，带起一阵撕裂空气的凄厉呼啸，砰砰砰！巨大的尾巴带着摧枯拉朽的纯粹动能，狠狠扫过冲在最前面的3只外兽。那号称坚不可摧的硅基外壳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形同虚设，3只几10米长的外兽甚至连惨叫都没发出来，就被硬生生拍得粉身碎骨，晶体碎屑和惨绿色的体液溅满了一地，秒杀！剩下的外兽察觉到了致命的威胁，2只体型稍大的外兽一左一右，犹如2道绿色的闪电，高高跃起，挥舞着锋利的截肢长矛刺向我的颈部。我眼中闪过一丝暴虐，我猛地探出2只布满黑色倒刺的巨大前爪，速度快的在半空中留下残影。咔嚓！我一左一右，精准地抓住了2只半空中的外兽，那坚硬的硅基躯体在我手中就像脆弱的塑料玩具。我双臂肌肉暴起，暗红色的力量在鳞甲下流转，双手猛地向外一撕，伴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破裂声，2只外兽被我硬生生从中间撕成了2半，绿色的浆液如瀑布般洒落。我反手一捏，直接捏爆了它们体内散发着微光的能量核心，5只同伴在眨眼间被碾成碎渣。剩下的外兽终于崩溃了。星际掠夺者的残暴在遇到真正的神明时荡然无存，他们转身就跑，疯了一样的朝着地下深处的巢穴疯狂挖掘钻探，企图逃离这个恶魔。想走，我庞大的身躯微微下沉，胸腔高高隆起，背部的剑龙状背鳍没有依次闪烁，而是瞬间爆发出刺目到了极点的幽蓝色光芒，周围的空气被瞬间抽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真空漩涡。一道凝练到极致、直径超过10米的原子吐息，犹如一把贯穿天地的神罚之剑，从我口中轰然喷发。这道幽蓝色的光柱直接贯穿了地表，精准地灌入了外兽逃窜的地下巢穴。轰！整个亚马逊雨林腹地仿佛爆发了一场地底核爆，几千万度的高温瞬间将地下的岩层、土壤连同那些躲避在巢穴里的外兽统统烧成了虚无。地面塌陷，高温将方圆数公里的土地直
直接烧结成了光滑的琉璃状陨石坑。硝烟散去，从我降落到战斗结束前后甚至不到10分钟，让整个南美洲束手无策，让全球陷入恐慌的外兽先遣队被这尊黑色的战神以一种摧枯拉朽的姿态彻底抹杀。我没有在原地停留，我伸出巨爪，在一片狼藉的战场上刨出几具还算完整的外兽尸体。我需要把这些战利品打包带回去，交给陈敬山的科研团队。只有彻底破解了外兽的基因序列，人类才能在即将到来的全面战争中找到更致命的弱点。此时，联合国联合指挥中心内死一般的寂静，各国首脑、军方将领死死盯着卫星传回的高清画面，那个500米高的黑色身影，以及我手中提着的外兽残骸，深深地烙印在了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几分钟前，他们还在为防线崩溃而绝望争吵，而现在一场足以灭国的危机，被这个来自东方的奇迹在10分钟内生生捏碎。漂亮国新任的鸽派首领颓然地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看向大屏幕上龙国代表的连线画面，语气中不再有高傲和试探，只剩下彻底的臣服与敬畏。龙国代表阁下，我代表合众国、相贵国以及那尊伟大的存在，表达最深切的感谢。他顿了顿，咬牙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从现在起，合众国彻底放弃独立防御体系，我们的战略核储备、顶尖军工技术库以及海外基地的最高指挥权将全部无条件地接入龙国的联合防御指挥部。这一刻，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全球各国终于彻底放下了所有的防备和猜忌。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在跨越星际的掠夺者面前，人类那点可笑的内斗毫无意义。全人类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团结在了一起，毫无保留地将性命托付给了龙国，托付给了我。又是12个小时的跨洋飞行，当我庞大的身躯重新出现在东海临海线的海平面上时，夜幕已经降临，没有战机的拦截，没有防空警报的呼啸。我疲惫地抬起头，暗金色的树瞳猛地一锁，我看到了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的震撼画面。从东海市的港口一直延伸到绵延数百公里的海岸线，灯火通明，宛如白昼。那是人，密密麻麻，望不到尽头的人海。沿海的高速公路上、防波堤上，甚至是高层建筑的楼顶，站满了自发赶来的普通民众。他们冒着海风，手里举着各种各样自制的荧光牌和横幅。戈总辛苦了，欢迎英雄回家。龙国14亿人挺你。海面上，无数艘大大小小的渔船自发地排成了2条长长的引导线，船头挂满了红色的灯笼。渔民们站在甲板上，没有恐惧，只有发自内心的狂热与感激。林建军站在指挥舰的舰首，看着我的到来，猛地举起右手，行了一个庄重到极点的军礼。身后东海舰队全体官兵齐刷刷的立正敬礼，欢呼声、汽车鸣笛声、军舰的汽笛声汇聚在一起，震彻云霄，在东海的上空久久回荡。我缓缓降落在安全区的深水中，冰冷的海水漫过我滚烫的鳞甲，洗刷着战斗的疲惫。我看着岸边那一张张激动流泪的面孔，看着那些在风雨中摇曳却无比明亮的灯火，喉咙里发出一阵低沉而轻柔的嗡鸣。我上辈子是个孤儿，是个为了国家在实验室里耗尽青春的技术员，最后孤零零的死在废墟里。但重活一世，我再也不是孤军奋战了。我的身后站着这个坚韧不拔的国家，站着14亿血脉相连的同胞，站着全人类最后的文明火种。饭管够，命给你们。我在海底缓缓闭上眼睛，抓紧时间吸收着能量。距离真正的灭世兽潮降临还剩最后10天，我要用最巅峰的姿态迎接那场撕裂苍穹的血战。距离那场注定载入蓝星纪元的灭世之战只剩最后72小时。太平洋赤道上空，原本蔚蓝的平流层此刻呈现出一种病态的暗红色，大气层边缘一道道肉眼可见的空间扭曲波纹如同水面上的涟漪般不断激荡，连带着透射进来的阳光都发生了诡异的折射。那是跨星际裂空带即将彻底成型，打通2个宇宙位面的空间重压前兆。龙国东部战区地下200米的联合防御总指挥部，巨大的全息地球投影悬浮在大厅中央。原本用不同颜色标注的国家版图，此刻已经全部统一成了代表人类阵营的深蓝色，覆盖全球的联合防御体系，在生死存亡的倒计时逼迫下，以前所未有的恐怖效率彻底搭建完成。报告总指挥，西伯利亚冰原第1至第5洲际导弹发射警群已完成火控系统最高权限交接，成功并入联合指挥中枢。报告，北美洲中西部战略导弹阵列网线直连完毕，所有民兵系列和载具已替换为常规高爆战斗部，随时待命。欧洲战区天基预警卫星群同步完成，轨道偏转校正完毕，无死角覆盖预定裂空带海域。指挥大厅内，信息流如同瀑布般在数百块大屏幕上疯狂倾泻。全球的洲际导弹阵列在这一刻彻底打破了以往的层层防备与物理隔离，全部联网联动，形成了一张覆盖蓝星每一个角落没有任何死角的绝对火力网。林建军站在全息投影前，他看着屏幕上密密麻麻亮起的武器节点，那张刻满风霜的脸上满是冷峻与决绝。他的身后站着原本属于大洋彼岸、欧洲联盟、南美战区的最高将领。此刻，这些曾经在谈判桌上互相算计的巨头们，全都站得笔直，等待着这位龙国上将的军令。诸位，战术推演已经进行了上万次，没有试错的余地了。林建军双手撑在指挥台上，凌厉的目光扫过全场，声音沉稳如铁，掷地有声地砸下最终的海陆空联动防御战术。第一道防线，也就是裂空带彻底开启的瞬间，全球联网的导弹阵列和重型火力网立刻进行无差别饱和式覆盖。这波火力的唯一目标，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倾角调冲在最前面的中小型外兽，给后续战线减轻压力。第二道防线，由各国最精锐的特种部队和机甲外骨骼大队组成，你们的任务是化整为零，像钉子一样死死扎在各大陆的战略要点上，负责牵制和围剿那些突破火力网，试图潜入内陆的若干领主级外兽，绝不能让他们靠近地下掩体。林建军转过身，粗壮的手指重重地点在全息地图上东海安全区的位置，那里是预计裂空带降临的核心落点。第三道防线，也就是正面主战场，龙国最精锐的重装集团军和东海舰队全员压上，死守海岸线，哪怕是用人命去填，也要把兽巢死死定在近海区域。一名欧洲老将深吸一口气，上前
前一步，声音沙哑地问道：“将军，那如果出现顶级领主级外兽，甚至超越领主级的存在呢？我们的常规火力对那种级别的怪物根本无法破防。”林建军抬起头，目光穿透了厚重的地下掩体，看向了东海深处的方向。顶级领主还有最后的防线，交给他。全场默然，所有人脑海中都浮现出了那个高达500米，犹如黑色魔神般的身影。是的，那是全人类最后的底牌，也是唯一的希望。与此同时，龙国最高科研总部底层的绝密实验室，刺目的无尘灯光下，上百名来自全球各地的顶尖科学家正围在一个高达10米的巨大磁悬浮约束装置前。这里汇聚了人类文明在核物理、量子力学和高能材料学领域的全部智慧。陈敬山院士双眼布满血丝，他已经整整3天3夜没有合眼了，靠着大剂量的强心针和咖啡硬撑着一口气。磁场约束稳定度99.9%，内部温度突破1度屏障，微观粒子塌缩聚变反应链稳定。一名金发碧眼的外国物理学家盯着数据面板，声音激动得直颤抖：“陈，我们成功了！上帝啊，我们把太阳装进了一个罐子里！”陈敬山颤抖着双手按下了最后一道解除隔离的指令，沉重的合金屏蔽门缓缓升起，约束装置中央悬浮着一枚直径约2米、通体散发着耀眼金蓝色光芒的规则多面体晶核。这枚晶核表面流转着极其复杂的能量纹路，内部蕴含的能量波动，仅仅是散发出来的一丝余波，就让周围的空气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噼啪声。这就是全球科研团队倾尽全力、耗尽心血打造的奇迹，全球唯一的可控聚变能量核心。它不是炸弹，它是一块压缩到了极致的电池，这里面硬生生压进去了相当于全球所有战略核武储备、各大核电站满载负荷加起来的总能量。老伙计们辛苦了！陈敬山看着这枚璀璨的晶核，老泪纵横。他知道这是全人类砸锅卖铁给林野凑出来的终极投喂大礼包，只有吞下它，林野才能完成那跨越生命维度的终极进化，去迎接即将到来的灭世兽潮。除了这枚聚变核心，实验室的另一侧流水线上，机械臂正在疯狂运转，针对硅基外兽基因弱点紧急研发的高频能量武器，能够有效延缓外兽细胞再生的基因抑制药剂，正在源源不断的从生产线上滚落。装箱打包，随后由军用运输机全天候空投，批量列装给全球各国的作战部队。科技与军工的车轮在人类灭亡的危机面前被死死踩下了油门，爆发出令人胆寒的生产力。视线转向地表，往日繁华喧闹的全球各大超级城市，此刻已经变成了一座座空城。各国的地下防御工事全部按照龙国给出的统一最高标准完成了加固与升级。厚达数米的防辐射铅板和高强度混凝土将人类与地表彻底隔绝。普通民众早已在军队的组织下全部有序撤离，安置到了地下掩体深处。没有想象中的暴乱，没有末日电影里常见的打砸抢烧，国内的情况更是出奇的平稳。国家机器展现出了绝对的掌控力，物价被死死冻结，生活物资堆积如山，供水供电系统实行军管保障，社会秩序井然有序。人们的脸上虽然带着对未知的紧张，但却没有丝毫绝望的恐慌，因为他们知道头顶有强大的国家在兜底，海里还有一尊真神在护岛。这是一种万众一心、绝境求生的底气。地下掩体的巨大广场上，无数人低着头，死死盯着手中的通讯设备。全球互联网在这一刻彻底打破了防火墙的限制，所有社交平台的热搜榜首只剩下一个共同的话题：给戈总加油。这条话题下没有跨国争吵，没有文化隔阂，各国网友用着中文、英文、俄文、法文，甚至是各种偏僻的部落语言，疯狂地刷新着留言，画满了整面互联网的虚拟墙壁。一条条留言汇聚成了一股无形的、震撼人心的精神洪流。此时此刻，东海0号禁区800米深的海底战壕内，我静静地蛰伏在幽暗的深渊中，周围的海水冰冷刺骨，但我体内的血液却像岩浆一般沸腾翻滚。我闭着双眼，那庞大且敏锐的精神力正顺着铺设在海底的军用光缆，连接着人类的通讯网络。我看到了指挥部里那张无死角的全球火力部署，看到了陈敬山实验室里那枚为他量身打造的璀璨能量核心，也看到了互联网上那几十亿人汇聚而成的沉甸甸的期盼与祈祷。我在海底缓缓睁开眼，树丛在黑暗中亮起2团摄人心魄的火光，体内的生物核反应堆发出一阵低沉而有力的轰鸣，仿佛是在回应着全人类的呼唤。庞大的能量在我的经络和重型骨铠之间疯狂流转压缩，我的身体正处于一种极度饥渴、濒临突破的临界状态。我清楚地感知到，头顶那层无形的位面壁垒正在发出不堪重负的皲裂声。星际掠夺者那贪婪而暴虐的气息已经透过空间的缝隙，如同复古之躯般蔓延过来。快了！我在心中默念。粗壮的利爪深深刺入坚硬的海底岩盘。我上辈子孤身一人战死在废墟里，带着满腔的绝望和不甘。而这一次，我拥有了全球最顶级的军火库支援，拥有了全人类倾尽所有打造的能量核心，更拥有了身后那片必须要用命去守住的万家灯火。决定人类文明存亡的终局之战马上就要来了，就让这片东海成为那群星际杂碎永远的坟场。倒计时归零，时钟的秒针死死卡在午夜12点整，整个蓝星仿佛在这一刻陷入了绝对的静止，连风都停了。太平洋赤道上空，那片盘踞了整整3天，犹如伤疤般丑陋的暗红色平流层突然停止了翻滚，紧接着一阵让人牙酸的，仿佛某种巨大的布料被生生撕裂的刺耳锐鸣，毫无征兆的在全人类的脑海中炸响。那声音根本不是通过空气传播的，而是空间结构崩塌时产生的物理震荡。苍穹裂开了，一道长达数千公里、宽数百公里的漆黑裂缝，犹如一只狰狞的魔眼，猛地在地球的大气层外睁开。裂缝边缘闪烁着狂暴的幽紫色空间闪电，将整片夜空映照的犹如修罗地狱。透过那道裂缝，地表的人类甚至能隐约看到另一个宇宙位面中那死寂、冰冷、布满暗红色星云的破碎星空。来了！东部战区地下联合指挥中心内，林建军死死盯着全息屏幕，双手用力撑在指挥台上，指甲几乎要嵌进特种合金的桌面里。雷达屏幕在裂缝开启的瞬间，直接变成了一片刺目的猩红色，代表着高能反应的红点密密麻麻，根本数不清数量，就
像一窝被捅破的马蜂，正疯狂地从那道空间裂隙中涌出，化作漫天流星，朝着蓝星的地表狠狠砸落。测算目标数量，无法测算，数量破10万。先遣兽潮已进入热层，速度20马赫。雷达兵的声音因为极度的惊骇而变调，带着绝望的嘶吼。这就是曾经让人类文明覆灭的星际兽潮，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降落伞或者减速引擎，凭借着强悍无匹的硅基外壳，他们直接用身体硬扛突破大气层时产生的高温，像一颗颗燃烧的陨石，带着毁灭一切的动能砸向这颗蔚蓝色的星球。林建军深吸一口气，胸膛猛地鼓起，随后发出一声响彻大厅的狂狮怒吼。全频段广播，全球防线开火，给我把天打下来！他猛地砸下了主控台上的那个象征着全人类最高武力的红色按钮。这一刻，沉睡的钢铁巨兽们彻底露出了獠牙。西伯利亚的万年冰原上，厚重的伪装装甲板轰然划开，成百上千枚重型洲际弹道导弹拖着橘红色的尾焰，宛如一条条腾空而起的火龙，瞬间融化了漫天飞雪。大洋彼岸的北美荒漠中，无数个发射井同时喷吐出死亡的烈焰。龙国东海防线，绵延数百公里的海岸线上，陆基防空导弹阵地，东海舰队的垂直发射单元在同一时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成千上万枚拦截弹撕裂夜幕，将原本漆黑的海面映照得亮如白昼。这是一场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最为壮观也最为惨烈的一次火力宣泄。数以万计的导弹在天空中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死亡巨网，迎着那漫天砸落的星际兽潮逆流而上。接敌倒计时，3、2、1，高空平流层迎头相撞，没有声音能够传到地面，但在地表仰望星空的人们眼中，整个夜空在瞬间变成了一片刺眼的亮白色。几万枚大当量高爆战斗部在同一高度、同一时间被引爆，爆炸产生的强光甚至盖过了太阳，将蓝星的黑夜生生撕成了白昼。恐怖的冲击波在几万米的高空横扫一切。那些体型在几十米左右的低阶硅基外兽，虽然外壳坚硬，但在这种不讲理的饱和式火力覆盖下，也无法承受住几千度的高温和爆炸撕扯。它们的装甲崩碎，晶体核心被炸毁，化作漫天燃烧的碎屑和惨绿色的毒液雨，纷纷扬扬地洒向大海。首轮拦截成功率70%，摧毁低阶目标超过7万。情报官兴奋地大吼，但这短暂的喜悦仅仅维持了不到2秒。警报！高能反应未减弱，那些大个头的挡住了爆炸，他们穿过火力网了。全息大屏幕上，爆炸的浓烟被强行撕裂，数百头体型超过200米，甚至达到300米的领主级外兽，顶着残破的装甲，浑身燃烧着烈火，犹如从地狱里爬出的恶鬼，悍不畏死地继续向着地表坠落。他们的硅基外壳在高温下呈现出半融化的诡异状态，却依然死死护住了体内的能量核心。第一道防线被强行撕穿，轰轰轰！几分钟后，这些庞然大物狠狠地砸进了太平洋和龙国东海的海。每一头领主级外兽的坠落，都相当于引爆了一枚1000万吨级的核弹。数万吨海水被恐怖的动能强行抛向高空，海面上瞬间掀起了高达100米的灭世海啸，像一堵灰白色的叹息之墙，咆哮着朝着龙国的海岸线席卷而去。东海舰队迎击！太行号沉没后接任旗舰的昆仑号万吨大巨上，舰队司令死死抓着栏杆，任凭狂风暴雨和冰冷的海水拍打在脸上，嘶哑的怒吼着下达指令。面对那排山倒海般压过来的100米海啸，龙国舰队没有退缩半步，所有舰艇的动力系统全开，顶着狂暴的浪头，硬生生切入海啸的波谷之中。主炮全功率开火，高频震荡弹装填，砰砰砰砰！舰队的130毫米主炮群发出了撕裂空气的咆哮。经过陈敬山团队紧急改装的高频震荡穿甲弹，犹如一场金属暴雨，泼向那些刚刚从海水中探出狰狞头颅的领主级外兽。我提供的弱点数据在这一刻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一头体型长达300米的4足硅基外兽刚刚张开满是獠牙的口气，准备向一艘护卫舰喷吐腐蚀酸液。3发高频震荡弹精准地命中了它颈部下方的第3块甲壳缝隙，咔嚓！原本连穿甲弹都打不透的硅基装甲，在特定频率的声波共振下，瞬间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纹，随后轰然崩碎。露出的能量核心还没来得及转移，就被紧随其后的一发高爆弹直接命中。嘶吼！那头巨兽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能量核心在体内炸开，庞大的身躯抽搐了几下，重重地倒在海面上。绿色的血液染透了方圆几海里的水域。有效，继续打，专打脖子下面。前线水兵们红着眼睛疯狂装弹，但外兽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人类的火力虽然精准，但在绝对的数量压制面前，防线依然在被一点点向后推移。一头长着巨大骨翼的外兽突然从海底窜出，锋利的翅膀犹如2把巨型铡刀，瞬间将一艘2000吨级的导弹艇拦腰截断。爆炸的火光中，几十名水兵连惨叫都没发出就被卷入了海底的漩涡。左翼防线出现缺口，第3机甲大队顶上去。海岸线上早已严阵以待的龙国重装集团军动，数百台高达10米的军用全地形机甲，迈着沉重的步伐冲入前海区。机甲手臂上挂载的重型电磁炮发出幽蓝色的电光，与那些试图冲上沙滩的漏网外兽展开了惨烈的近身肉搏。血肉与钢铁在咆哮，毒液与火炮在交织，整条东海防线变成了一台疯狂运转的绞肉机。每向前推进1米，双方都要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就在海面上的战斗进入白热化时，0号禁区深度1200米的海底沟壑，外面的炮火连天，海啸翻滚，似乎都与这里无关。周围的海水被一股强悍到极点的反重力场死死隔绝在外。我盘踞在岩床上，双眼紧闭，我身上的黑曜石骨铠正在微微颤抖，发出不堪重负的咔咔声。此时，一艘经过特殊改造、拆除了所有武器模块的深海无人潜航器，正顶着乱流艰难地靠近了我的反重力场边缘。指挥室内，陈敬山院士双手死死按在操作台上，死死盯着屏幕上的深海画面。那艘潜航器里装载的，正是全球科研团队倾尽全力打造的那枚可控聚变能量核心。林野，能听到吗？
陈敬山的声音通过低频声波直接传入海底，怪兽的大部队已经登陆了，防线压力顶到了极限，这是全人类给你准备的最后一道大餐，吃下去，然后活下来。我缓缓睁开了眼睛，那双暗金色的树瞳中没有丝毫刚睡醒的迷茫，只有宛如实质的暴虐与战意。我张开巨口，发出一阵低沉的嗡鸣，反重力场裂开一道缝隙，那艘潜航器顺着水流直接滑入了我的口中。我没有咀嚼，喉咙一滚，直接将那枚蕴含着全球核武储备总能量的聚变核心吞入了腹中。安静，死一般的安静，整整10秒钟，海底没有任何动静，核心没有反应。难道胃酸浓度不够融化外壳？陈敬山在指挥室里急得满头大汗。但就在第11秒，咚一声沉闷的，仿佛远古战鼓般的声响，从林野的胸腔深处炸开。这声音通过海水传导，甚至让海面上的声纳系统瞬间爆表宕机。紧接着是第2声，咚，那是我的心跳。吞下聚变核心的瞬间，我体内的原生生物反应堆与那枚人造聚变核心发生了狂暴的融合，一股无法用人类现有物理学解释的恐怖高温瞬间席卷了我的全身，痛，撕裂灵魂的剧痛。我感觉自己的5脏6腑都被直接扔进了炼钢炉里，原有的细胞在这股毁灭性的能量冲刷下瞬间崩溃，但又在下一秒被更强悍的基因链强行重组。吼！一声凄厉而痛苦的咆哮从海底轰然爆发，周围的海水再也无法被反重力场隔绝，但在接触到林野身体的瞬间，数万吨冰冷的海水直接被几千万度的高温瞬间气化，海底深处竟然硬生生被气化出了一个直径超过2公里的巨大真空水泡。我原本500米高的庞大身躯，在这股狂暴能量的催化下，开始了最后也是最疯狂的拔高。600米、700米、800米，我背部那排原本幽蓝色的剑龙状背鳍，此刻彻底化作了燃烧的赤金色，黑曜石般的重型骨铠片片碎裂，取而代之的是一层表面布满岩浆般暗红色纹路的究极装甲。我的肌肉线条变得更加粗壮奔张，每一条经络里都流淌着足以毁天灭地的巨变核能。究极体，红莲哥斯拉。海面上战斗已经到了最危险的边缘，司令顶不住了。深海区窜出来一头500米级的巅峰领主，雷达兵指着屏幕上那个大的让人绝望的红点，声音凄厉。海平面上，一头体型庞大如山岳、长着6个巨大头颅的多头蛇形外兽破水而出，它那几百米长的庞大身躯仅仅是随意扭动，就掀翻了周围的3艘导弹驱逐舰。普通的火炮打在它那厚重的离谱的装甲上，连挠痒痒都算不上。它高昂着6个头颅，胸腔内的晶体爆发出刺目的死光，那是融合了高压电磁与强酸的毁灭射线，正准准地锁定了后方的东海市海岸线。那里有着数百万还没来得及完全转入深层地下掩体的平民，拦住它，不惜一切代价拦住它，所有战机给我撞上去！人类的武器在这头巅峰领主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毁灭射线的光芒已经达到了最亮，眼看就要喷薄而出。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轰！多头蛇形外兽脚下的海面突然发生了剧烈的核沸腾，整片东海的海水仿佛在一瞬间被烧开了，滚滚白烟冲天而起，遮蔽了战场的天空。紧接着，一只布满暗红色岩浆纹路、粗壮的无法形容的黑色巨手，犹如从地狱深渊探出的死神之爪，猛地撕开沸腾的海水，一把死死捏住了那头多头蛇外兽的主颈。这头500米级的巅峰领主，在这只巨手面前，竟然像条被捏住7寸的菜花蛇一样，毫无反抗之力。你想毁灭哪里？一个低沉、狂暴、带着金属颤音的声波，在整个东海战场的所有人、所有怪兽的脑海中轰然炸响。沸腾的海水如瀑布般向两边排开，一尊身高突破800米、浑身流淌着赤红色岩浆光芒的究极魔神，踩着海底的大陆架，缓缓站直了身躯。我那双燃烧着暗金色烈焰的树瞳，冷酷地俯视着手中挣扎的巅峰领主。我张开那张宛如深渊的巨口，没有任何蓄力，一道直径超过30米的赤金色星云吐息，直接零距离轰进了多头蛇外兽的胸腔。撕拉！几千万度的高温瞬间融化了一切防御。那头不可一世的巅峰领主，连一声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庞大的身躯就在这道光柱中被直接蒸发成了最原始的原子形态，随风散去，秒杀巅峰领主。整个战场瞬间死寂，无论是残存的外兽，还是浴血奋战的龙国军人，都呆呆地看着那尊屹立在海天之间、宛如真神降临般的庞大背影。我甩了甩爪子上残存的硅基灰烬，仰起头，发出一声震动整个蓝星的恐怖咆哮。龙国防线，我接管了，不怕死的尽管来。沸腾的东海之上，那道贯穿天地的赤金色光柱缓缓消散，多头蛇形巅峰领主所在的海域，此刻只剩下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大漩涡，连同周围数百万吨的海水被生生蒸发，露出下方暗红色的交际海床。短暂的死寂，紧接着，无论是退守到地下掩体的平民，还是死守在海岸线上的将士，都爆发出了撕裂喉咙的狂吼。人类最恐惧的巅峰巨兽，在我面前连一招都没撑过。这尊800米高的红莲魔神，仿佛真的成了这颗星球的绝对主宰。但这震天动地的欢呼声，仅仅持续了不到10秒。刺啦！头顶的大气层外，再次传来那种让人灵魂都在颤抖的空间撕裂声。这一次的声音，比之前沉闷10倍。狂暴100倍。东部战区地下指挥中心内，主控屏幕上的全球雷达图，在这一瞬间直接黑屏宕机，重启，切备用线路。林建军额头青筋暴突，一巴掌拍在控制台上。3秒后，备用雷达上线。看清屏幕的瞬间，大厅里所有的高级参谋、技术人员，包括身经百战的各国将领，全都像是被抽干了浑身的血液，脸色惨白如纸，裂缝扩张了。原本只有几百公里宽的幽紫色裂隙，硬生生被一股宇宙伟力撕扯到了上千公里。而在那如同恶魔巨口般的裂缝背后，不再是零星的流星雨，而是一片海，一片由无数硅基外兽组成的遮天蔽
月的星际狂潮，它们挤压着，嘶吼着，犹如决堤的黑色洪流，彻底倾泻而下，根本不需要雷达去测算数量。抬头望去，整个天空已经被密密麻麻的外兽填满，连一丝星光都透不进来。这不是战争。一名欧洲老将军颓然地跌坐在椅子上，嘴唇哆嗦着。这是清洗。林建军死死盯着屏幕，双眼红得滴血。他一把抓起全频段通讯麦克风，声音嘶哑却透着捕风魔般的狠厉。慌什么？天还没塌，林野还在前面顶着，传我的命令，把弹药库底朝天给我翻出来。就算把整个东海打沉，也得把这群畜生给我钉在海里。地表，东海防线，真正的绞肉机，此刻才刚刚开动，数以10万计的硅基外兽砸入海面。他们没有再去招惹海中央那尊浑身散发着几千万度高温的红莲魔神，而是展现出了虫群般令人毛骨悚然的战术素养。绕后分散，如黑色潮水般涌向绵延数百公里的龙国海岸线。海浪被外兽的躯体彻底染成了墨绿色。开火！海岸线上，上千门重型榴弹炮、电磁轨道炮同时发出震慑灵魂的咆哮。炮管因为连续的超负荷射击，通体呈现出危险的暗红色，甚至有的炮管直接在发射中融化炸膛。但这无法阻止龙国炮兵的疯狂倾泻。冲在最前面的上百头100米级外兽，在密集的弹幕中被打得甲壳崩碎，浴血狂飙。但后面的外兽踏着同伴的尸体，顶着炮火硬生生冲上了沙滩。第3重装机甲连，跟我上，把这帮杂碎兑回海里去。连长王瑞双眼血红，操控着一台15米高的刑天级重装机甲，抽出身后的高频震荡战刀，带头冲向一头刚爬上岸的蜘蛛型外兽。当战刀狠狠劈在蜘蛛外兽的节肢上，火星四溅，机甲的动力核心发出刺耳的过载警报。王瑞死死咬着牙，强行推进操作杆，高频震荡切开了外兽的甲壳，绿色的腐蚀性体液瞬间喷涌而出，溅在机甲的装甲板上，烧出大片大片的白烟。外兽痛苦的嘶鸣，锋利的前肢猛地刺穿了机甲的左臂，将其硬生生扯断。老子跟你们拼了！王瑞没有后退，机甲仅剩的右手死死抱住外兽的头颅，直接引爆了胸口的微型反应堆。轰！一团耀眼的火球在沙滩上腾起，一人一兽同归于尽。这样的惨烈场景在漫长的海岸线上每秒钟都在上演。人类用血肉之躯和钢铁造物，硬生生在沙滩上筑起了一道外兽无法逾越的长城。没有任何人后退，因为退一步，背后就是无数手无寸铁的同胞。而在这片惨烈战场的正前方，深海区，我正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泥沼战。红莲形态赋予了我毁天灭地的力量，但此刻围攻我的是整整上万头体型在200-300米左右的领主级外兽，他们就像一群饥饿的行军蚁，疯狂地攀爬上我800米高的庞大身躯。锋利的口气，带有剧毒的尾刺，高压腐蚀酸液，无所不用其极地攻击着我表面的红莲装甲。我粗壮的双臂猛地一挥，犹如拍苍蝇一般，直接将挂在肩膀上的10几头外兽拍成一滩肉泥。巨大的尾巴在海水中横扫，掀起一阵海底飓风，生生搅碎了冲上来的几百头外兽。但太多了，杀完一批，马上有更多的一批补上来。外兽那强悍的硅基甲壳虽然扛不住我的正面一击，但数量叠加起来的物理动能竟然硬生生拖慢了我的动作。我发出一声暴虐的嘶吼，胸腔内的巨变核心疯狂跳动。我放弃了近身肉搏，背部的赤金色被其瞬间亮到极限。嗡轰，一圈呈现出半透明赤金色的核聚变脉冲，以我为圆心，贴着海面轰然扩散。这是一种全方位的清场神技。脉冲扫过之处，那些几百米长的领主级外兽就像被丢进微波炉的鸡蛋，体内的硅基晶核瞬间超载引爆，方圆50海里内上万头。第一头外形酷似一只直立行走的重装甲虫，它浑身覆盖着一层厚重到夸张的暗金色硅基金甲，两把宛如山脉般巨大的斩骨巨刃从双臂延伸而出。它没有喷吐酸液的器官，所有的进化点全都点在了绝对的物理防御和近战破坏力上。代号重装暴君。第二头身体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流线型，宛如一条深海电鳗与猎豹的结合体。它没有厚重的装甲，取而代之的是一层能够完全吸收光线的黑色生物薄膜。它的周围空间正在发生细微的折射，仿佛随时能引入虚空。代号虚空猎手。第三头最令人毛骨悚然，它像一团漂浮在半空中的巨大水母，无数根长达1000米的透明触须垂入海中。它那半透明的球状大脑里正疯狂闪烁着幽蓝色的电磁光芒，周围的海水在这股力量的干扰下，竟然逆流向天空。代号脑虫。这是外兽文明为了针对我这个艺术专门投放的猎杀小队。我按金色的树瞳微微一缩，前世的记忆里，我根本没见过这种级别的组合。很显然，自己吞噬巨变核心，展现出红莲形态后，彻底引起了裂空带背后那个高阶文明的警觉。老林，我没有回头，低沉的声音直接在林建军的脑海中响起：海岸线的杂碎你们自己扛，这3个家伙我来接。林建军站在指挥台前，看着全息屏幕上那3个散发着死亡气息的能量源，咬破了嘴唇，猛地拔出腰间的手枪，对天鸣枪。东海防线全体都有，把后背交给林野，前面的外兽一只都不准放过去。杀！大海深处，王对王的死局正式拉开。悬浮在半空中的脑虫率先发动攻击，他大脑中的电磁光芒猛地一闪，成千上万根透明的触须犹如漫天暴雨般扎入海面。下一秒，方圆百里的海域瞬间被一股恐怖的高压电磁场笼罩。我只觉得浑身一沉，我体内那狂暴的巨变核能竟然在这股电磁场的干扰下出现了短暂的停滞。这头脑虫的能力竟然能强行压制核反应的活跃度。就在我能量运转受阻的0.1秒，虚空猎手动了，它就像一滴融入大海的墨水，瞬间消失在原地，没有任何音爆，没有任何水花。等它再次出现时，已经诡异的贴近了我的左侧颈部。那双由暗物质凝聚而成的锋利前爪，带着撕裂空间的锋芒，狠狠切割在我的红莲装甲上。撕啦！令人牙酸的金属摩擦声响彻夜空。我那号称坚不可摧的赤金色
色鳞甲竟然被硬生生切开了一道长达10几米的豁口，一抹刺目的金色血液从伤口中喷涌而出，滴落在海面上，瞬间将海水烧成虚无。这是我重生以来第一次流血，第一次被破防。畜生！我眼中凶光大盛，我根本不管脖子上的伤口，粗壮的右爪反手一捞，带着排山倒海的蛮力抓向虚空猎手。但虚空猎手的速度太快了，一击得手后立刻化作残影，堪堪避开了我的致命一爪。而就在我就力刚去，心力未生的瞬间，轰！正前方的海面轰然炸开，重装暴君犹如一台开足马力的星际战舰，狂飙突进。他头顶那根巨大撞角带着无可匹敌的纯粹动能，狠狠撞在了我的胸口。咚！宛如2颗小行星相撞的恐怖闷响。我800米高的庞大身躯，竟然被这一记野蛮冲撞硬生生顶得向后退了整整3步。每退一步，脚下的深海岩盘便大面积崩塌，掀起几百米高的滔天巨浪。胸口的红莲装甲大面积皲裂，金色的血液顺着鳞片的缝隙溢出，完美配合压制、破防、重击。这3头灾厄级外兽展现出了比人类最精锐的特种部队还要恐怖的战术协同。地下指挥中心里，看着屏幕上我不断飙血的画面，所有人的心都揪到了嗓子眼，不能让他们这么耗下去。林野的红莲状态被脑虫压制了，陈敬山急得直跳脚。导弹部队，给我把那只悬在天上的大水母打下来！几秒钟后，几十枚重型防空导弹从海岸线升空，直奔脑虫而去。然而脑虫连看都没看一眼，他的几根透明触须在空中轻轻一挥，一股强悍的引力波瞬间成型，直接将那些导弹在半空中强行扭曲，碾碎成一堆废铁。人类的常规武器，连靠近他的资格都没有，别白费力气了。我低沉的喘息声在公共频段里响起，带着一股化不开的暴虐和战意。我稳住身形，伸手抹了一把胸口溢出的金色血液，那种久违的疼痛感并没有让我感到恐惧，反而彻底点燃了我骨子里那股属于前世军工人的铁血与疯狂。真以为压住了我的核反应就能拿捏我了？我猛地抬起头，暗金色的树瞳死死锁定了正前方的重装暴君。既然能量被干扰，那就用最原始的暴力生撕了你们！轰！我双腿在海底猛然发力，不再使用反重力场飞行，而是凭借着纯粹的肉体力量，犹如一头发狂的远古凶兽，主动朝着重装暴君反冲锋。重装暴君发出一声沉闷的咆哮，挥舞着2把斩骨巨刃迎了上来。砰！我没有躲避，任由那把斩骨巨刃砍在自己的左肩，锋利的刃口直接卡在了坚硬的肩胛骨上，但代价是我那双布满倒刺的恐怖巨爪已经死死扣住了重装暴君的头颅和肩膀。给我碎！我浑身的肌肉在这一刻膨胀到了极限，赤红色的岩浆纹路在皮肤下疯狂游走。我发出一声震碎云霄的狂吼，双臂猛地向外发力，嘎吱嘎吱。重装暴君那号称能抗住核爆的暗金色硅基金甲，在我绝对的蛮力拉扯下，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哀鸣。甲壳表面开始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纹，头顶的脑虫察觉到了不对劲，立刻加大电磁输出。侧面的虚空猎手再次闪烁逼近，锋利的爪子疯狂在我背上留下深可见骨的伤口，试图迫使我松手。金色的血液染红了整片海域，但我就像一座不知疼痛的铁塔，死战不退。我的眼神中透着一股狠辣绝伦的疯狂，老子今天就算死，也要先拽着你们陪葬！咔嚓，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碎裂声，在全人类不可思议的目光中，那头以防御力著称的重装暴君，硬生生被我徒手从正中间撕成了2半。咔嚓，令人牙酸的骨骼碎裂声在东海上空炸响，重装暴君那引以为傲的暗金色硅基金甲被我硬生生从中间撕成2半，滚烫的绿色浆液如瀑布般洒落，砸在沸腾的海面上，腾起大片刺鼻的毒烟。我喘着粗气，随手将2半巨大的残骸扔进海里，暗红色的岩浆纹路在我体表疯狂流转。800米高的庞大身躯犹如一尊浴血的魔神，我没有去管左肩深可见骨的刀伤，死死锁定了半空中的脑虫和潜伏在暗处的虚空猎手。短暂的震慑过后，星际掠夺者骨子里的凶残再次占据了上风。悬浮在万米高空的脑虫发出一阵凄厉的脑电波尖啸，它那半透明的球状大脑里，幽蓝色的光芒瞬间暴涨到刺眼的程度，成千上万根透明触须在海水中疯狂搅动。原本用来压制核反应的电磁场，此刻陡然转变成了一种诡异的重力坍缩场，海面不再是起伏的波涛，而是被强行压平，犹如一块浑然一体的实心钢板。我只觉得双腿一沉，仿佛有10万座大山同时压在肩膀上，脚下的大陆架岩层发出不堪重负的哀鸣，寸寸皲裂，想压死我。我嘴角咧开一个狰狞的弧度，体内那颗融合了全球核武储备的巨变核心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就凭你这只破水母！我顶着恐怖的重力场强行拔出深陷海底的右腿，准备直接跃起把那只脑虫扯下来。但外兽的战术配合精准得令人发指。就在我动作稍微迟缓的0.1秒，我身后的空间突然泛起一阵水波般的涟漪，虚空猎手那犹如深海电鳗般的黑色躯体毫无征兆的窜出。他这次的目标不是我的鳞甲，而是我刚才被重装暴君砍出的左肩伤口。扑哧，由暗物质凝聚而成的锋利前爪，带着撕裂虚空的死光，精准无比的顺着那道豁口捅了进去，狠狠绞杀着我的血肉。我发出一声痛怒交加的咆哮，金色的血液如同高压水枪般喷薄而出。我猛地转身，粗壮的巨尾带着抽碎山脉的纯粹物理动能，狠狠扫向虚空猎手。砰！虚空猎手虽然速度极快，但距离太近，还是被巨尾的末端擦中。他那缺乏重甲保护的身躯瞬间被抽飞出几千米远，砸在海面上像打水漂一样连续弹起。黑色的体表溢出大片绿血，战局似乎再次陷入了惨烈的拉锯。然而，苍穹之上的裂空带并没有给人类和我喘息的机会。警报！裂空带深处出现超大规模能量坍缩，有多
东西要出来了！东部战区地下指挥中心里，陈敬山死死盯着疯狂跳动的数据面板，声音沙哑的像是在砂纸上摩擦。全息大屏幕上，那道长达上千公里的幽紫色空间裂缝猛地向外一鼓，仿佛有什么庞然大物正在强行挤破位面壁垒。轰轰，两团比之前重装暴君还要庞大、还要耀眼的黑色陨星，带着毁天灭地的压迫感，从裂缝中悍然砸落，根本没有缓冲。两头体型超过700米的巅峰领主级外兽，直接空降在了东海的战场中心。一头是通体覆盖着银灰色晶体刺的巨型飞龙，展开的双翼遮天蔽日，每一次拍打都卷起12级的等离子飓风，代号金刺魔龙。另一头则是一个依靠4足爬行、背部高耸着2座巨型生物离子炮塔的重装巨兽，它每走一步，海面便随之蒸发，代号离子炮台。加上刚才被击退的虚空猎手，3只巅峰领主级外兽成一个死角阵型，将我死死围在中央。而头顶的脑虫则充当着全场的战术链接与能量压制中枢。这已经不是势均力敌的战斗，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绝对围杀。他们在沟通。林建军双手握拳，骨节发白，死死盯着屏幕上的能量波形。那只水母在把这3只巅峰领主的能量频率同化。他们想干什么？战场上，3只巅峰领主并没有立刻对我发起冲锋，他们似乎看出了眼前这尊红莲魔神的近战肉搏能力有多么变态。重装暴君的死就是前车之鉴。脑虫的触须在空中飞舞，一股无形的精神网络将3只巨兽连接在一起。紧接着让人胆寒的一幕出现了，金刺魔龙张开大嘴，虚空猎手胸前亮起黑光，离子炮台背部的2座肉山开始疯狂充能。3股截然不同却都蕴含着毁灭气息的能量，在脑虫的引导下，竟然在他们阵型的正中央汇聚成了一个直径超过100米的暗物质能量球。周围的空间在这个能量球的拉扯下，出现了肉眼可见的扭曲和黑洞化的边缘，海水被强行吸入其中，瞬间湮灭。他们的目标不是林野。陈敬山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浑身的血液仿佛在瞬间被冻结。他一把抓起通讯器，声嘶力竭的狂吼：“老林，快看他们的弹道预测线，那个能量球锁定的方向根本不是林野。”林建军猛地转头看向战术沙盘，一条代表着毁灭射线的红线越过了林野庞大的身躯，直直的指向了他的大后方。那是龙国的海岸线，那是东海市，那是防线后方，几百万正在排队进入地下掩体还未完全撤离的平民。这帮杂碎！林建军的双眼瞬间红得滴血，他一把扯开军装的领口，额头青筋暴跳。所有近防炮，所有海基拦截弹，给我打！把那个能量球给我打爆！来不及了，首长，能量级太高了，常规火药武器靠近就会被湮灭。参谋绝望的大喊。海面上，那颗暗物质能量球已经膨胀到了极点。3只巅峰领主级外兽发出一阵充满嘲弄与残忍的嘶鸣，他们拥有不亚于人类的智慧。既然正面杀不死这个最强护卫，那就摧毁他誓死保护的东西，让他眼睁睁看着身后的一切化为灰烬，从精神上彻底击垮他。一道粗达数百米、融合了等离子、暗物质和强酸腐蚀的混合毁灭射线，犹如一把斩断世界的光剑，轰然射出。射线的速度太快了，沿途的空气被直接烧成了等离子态，海面被离出了一道深达海底的真空峡谷。毁灭的气息瞬间笼罩了整个东海市，绝望，死一般的绝望。海岸线上的炮兵们忘记了装填弹药，地下掩体入口处的人群停下了脚步，所有人都抬起头，看着那道占据了整个视野的死亡白光，躲不开，挡不住。人类引以为傲的钢铁防线，在这道聚合了3头巅峰领主和脑虫全力的毁灭射线面前，简直就是个可笑的笑话。要死了吗？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就在这决定人类命运的千钧一发之际，一声惊天动地、透着决绝与疯狂的怒吼，硬生生压过了射线的轰鸣声。我根本没有丝毫犹豫，在那道毁灭射线射出的瞬间，我直接放弃了对头顶脑虫的防备，放弃了所有的防御姿态。我将体内聚变核心的输出功率拉到了超载的红线，反重力场全开，庞大的身躯犹如瞬移一般，硬生生横移了上千米，直接挡在了毁灭射线的必经之路上。我没有用胸膛去接，因为胸前和颈部有着相对脆弱的隐蔽塞裂。我猛地转过身，将宽阔厚实、布满剑龙状背鳍和红莲装甲的后背，完完全全地迎向了那道足以摧毁大陆架的死亡光柱。想动老子身后的人问过我了吗？轰！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大碰撞。当那道融合毁灭射线狠狠砸在我后背的瞬间，整个地球都仿佛停止了自转，刺目的强光剥夺了所有人的视觉。紧接着是让耳膜彻底碎裂的恐怖音爆，数千万吨的海水在瞬间被蒸发，冲击波化作实质的气浪，将海岸线上的所有树木、沙袋防御工事连根拔起。林野指挥中心里，林建军目眦欲裂，拳头重重砸在玻璃上。全球网络直播的画面在强光中闪烁了几下，艰难地恢复了信号。几百架高空无人机将这一幕惨烈到了极致的画面实时传送到了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屏幕上。画面中，那尊800米高的红莲魔神硬生生用血肉之躯接下了那道灭世的射线，痛超越了神经所能承受极限的痛。我感觉自己的后背仿佛被一把烧红的电锯疯狂切割。那号称无坚不摧、经过2次巨变进化的红莲骨铠，在3种巅峰能量的持续侵蚀下，开始发出凄厉的咔嚓声，1片、2片、10片，那些犹如钥匙般坚硬的背鳍，在毁灭射线的冲击下，一片接一片的崩碎、炸裂。暗红色的装甲被生生融化，露出了下方跳动着金色核能的粗壮肌肉。紧接着，肌肉也在恐怖的高温和暗物质的绞杀中被撕裂，深可见骨的巨大伤口横贯了我的整个背部，金色的血液犹如决堤的江水，呈瀑布状倾泻而下，落入沸腾的大海。
每一滴血砸在海面上，都会引发一阵小型的能量讯爆。3只巅峰领主加大了能量输出，光柱变得更加粗壮，推着我庞大的身躯在海面上不断后退。100米、500米、1000米，我脚下的大陆架被犁出了一道深不见底的海沟，巨大的推力让我的身体前倾，一双粗壮的利爪死死扣进海底的岩石里，抓出10道长长的、触目惊心的抓痕。撑不住了，他的能量护盾正在崩溃，背部骨骼已经出现碳化。陈敬山看着红得发黑的身体数据，老泪纵横，浑身颤抖地对着麦克风嘶吼：“林野，让开，你会死的！让开啊，让开！”我听着耳麦里传来的嘶吼，暗金色的眼眸中闪过前世在废墟中等死的画面。那个时候，漫天都是外兽，人类的军队拼光了，没有援军，没有希望。但现在不一样，我感受着背后那块要将他灵魂撕碎的巨头，微微偏过头，余光瞥向了远处的海岸线，那里有为了掩护他而主动拉响光荣弹的装甲兵，有明知道是送死却依然开着战机朝脑虫撞去的空军飞行员，有零建军那双熬得通红却从未放弃过我的眼睛。那些渺小的人类把所有的信任和底牌都交给了我，他们把我当成了神。既然是神，怎么能在信徒面前退缩？老子死也不会退半步。我咬紧牙关，口腔里全是金色血液的腥甜味。我不但没有让开，反而猛地挺直了被射线压得弯曲的脊柱。我硬顶着那道足以将它融化的光柱，一步一步地向前踏出，脚下的岩层崩塌，我就踩在虚空上，背后的骨骼断裂，我就用狂暴的核能强行连接。此时此刻，全球无数个地下掩体里，几十亿人死死盯着屏幕，没有人在说话，只有压抑的抽泣声和死死捂住嘴巴的声。画面中，那只怪物背对着人类的城市，整个后背已经被打得血肉模糊，金色的血液染红了半个屏幕，但它就像一堵永远不会倒塌的钢铁长城，死死地挡在死神和人类之间。戈总，一个7、8岁的小男孩指着屏幕，哭得撕心裂肺：“你别死了好不好？”就在全人类都以为林野即将在这道射线的消磨中陨落时，异变突生。我体内那颗原本在苦苦支撑的巨变核心，在经历了外界毁灭能量的极限压榨后，终于突破了它原有的物理加速，进入了一种完全失控的超频状态。咚！一声沉闷至极的心跳声，不仅在海面上炸开，更是直接在全人类的心底响起。我身上的暗红色岩浆纹路瞬间蜕变成了一种刺目到了极点，仿佛能吞噬光线的赤金色。那是一种连宇宙法则都要退避三舍的终极毁灭力量。射线的光柱突然停滞了，不是外兽停止了攻击，而是他们喷射出的能量竟然被我后背那伤口处涌动的赤金光芒强行吞噬同化了。你们打爽了吧？我的声音不再是之前那种金属的低沉，而是带着一种仿佛能撕裂苍穹的沙哑与暴虐。我猛地转过身，没有顾忌背后深可见骨的致命伤，粗壮的双腿在海底猛然一蹬，反重力场与赤金核能同时爆发。轰！我顶着那道正在衰减的毁灭射线，犹如一颗逆行的太阳，瞬间跨越了上万米的距离，直接杀到了3只巅峰领主级外兽的面前。现在该我了，我根本没有给他们逃跑或者防御的机会。我张开深渊巨口，胸腔犹如巨大的风箱般猛然鼓起，所有的赤金能量，所有的愤怒，连同刚才吞噬的射线能量，全部被压缩在喉咙深处。星云吐息，全功率解放，一道直径超过100米的赤金色光柱，带着无与伦比的狂暴威势，轰然喷发。这不再是单纯的高温和冲击波，这是纯粹的粒子湮灭。首当其冲的是那头体型最为庞大的离子炮台，它甚至连一声嘶吼都没发出来。护盾连同那坚不可摧的重型甲壳，在接触星云吐息的瞬间，直接被分解成了基本粒子。光柱于是不减，横扫而过。金刺魔龙试图拍打翅膀升空逃离，但在赤金光柱的扫射下，它的翅膀瞬间气化。紧接着是它的头颅、身躯。虚空猎手想要引入空间裂缝，但星云吐息的高能粒子流直接锁死了周围的空间区域，将它硬生生从虚空中扯了出来。随后在一阵凄厉的惨叫声中，将其烧成了灰烬。一击3连杀，3头不可一世的巅峰领主，在这口毫无保留的星云吐息下，彻底从蓝星的版图上被抹除，连一块完整的金河都没留下。光柱一直延伸到天际，狠狠撞在大气层外那只脑虫的电磁场上，砰的一声脆响，脑虫那恶心的球状大脑如同被铁锤砸中的西瓜，轰然爆裂，漫天透明的触须化作飞灰，海面突然变得死一般的寂静。那些还在岸边与人类死磕的普通外兽，在感受到巅峰领主和脑虫的气息瞬间消失后，彻底崩溃了。星际掠夺者的胆魄被那道赤金色的光柱彻底击碎，他们不再进攻，而是像一群丧家之犬，发疯似的跳进海里，拼命朝着空间裂缝的方向逃窜。赢了！海岸线上，浑身是血的龙国将士们没有欢呼，他们丢下手里滚烫的武器，死死盯着海平面尽头。硝烟散去，那尊800米高的庞大身躯依然屹立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背部的伤口深可见骨，金色的血液依然在滴落。我大口大口地喘息着，暗金色的眼眸透过重重水雾，看了一眼远方安然无恙的城市轮廓。我咧了咧满是獠牙的巨嘴，似乎是想扯出一个笑的表情。随后，那庞大如山岳般的身躯微微摇晃了一下，双眼缓缓闭上，轰隆，水花冲天。这尊为全人类扛下死神的镇国神兽，终于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仰面直挺挺地倒在了东海的波涛之中。30天的生死倒计时，人类没有灭亡，蓝星没有碎裂，这场残酷的防守战终于以人类的惨胜画上了句号。